大家好，这里是冰心讲故事。我和我的前夫终于离婚了，他以为我离开他一定会穷困潦倒，不过他错了。在刚拿到绿色本本的当天下午，我买彩票中了2个亿，姐摊牌了，姐是亿万富翁。陈彤彤，一会咱们去把婚离一下。电话那头是我丈夫冰冷又疏离的话语。我早知道有这么一天，只是没有想到这么快。在收拾前夫林默然遗留下来的衣物时，突然看到热恋时我送给他的礼物，简陋又朴素，却带着那样热忱的祝福和期许。那是一个手工相框，里面夹着的是我们相识第1年去武汉拍的合影。飘飘洒洒的樱花像粉雪一样落在我们的身上，他拥着我，2个人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开朗和幸福。我曾经是一名空乘人员，在一次飞行任务中认识了林默然。那时候的他很忙，我1个月总能碰到3、5次。清俊的脸上永远是认真的神情，专注地盯着面前的屏幕。修长又骨节分明的指尖在笔记本键盘上跳动，直到有一次，我见他用手捂住胃部，额上冒出冷汗，眉头紧锁，仍盯着电脑。我倒了一杯热水，送到他的面前。他看到水，有些惊讶，似乎没有想到，但随即眉眼一弯，轻声对我说了句谢谢。从那之后，我们2个便像有了默契一样，熟悉了起来。连决定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水到渠成的。我记得那天是11月的最后一天，很冷，我刚下航班，便接到他的电话，叫我在航站楼门口等他一会。他风尘仆仆地赶了过来，我明显感觉他在看到我的时候，眼睛唰的一下亮了。那一刻，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。果然，他带我来到了我一直想去尝尝却没时间去的餐厅。询问过我的意见后，加了几道招牌菜。过了一会，一名侍者拿着一捧花送到他的手里，那是一束娇艳欲滴的红玫瑰，丝丝缕缕的花香闯进我的鼻腔。他不负清冷的眼神，温柔地看着我，眼睛深处透着一丝希冀。我心里一软，似乎能从耳膜里听到胸腔里的心跳声，那样热烈鲜活。接下来我们2个顺利地走到一起，在我没有飞行任务，他也不忙的时候，我们会窝在租住的房间里，看看电影，聊聊未来，或者出去逛逛街，旅旅游，美好又惬意。他会认真地对我说：“陈彤彤，我以后一定要买一个大房子，可以给你打造一个大大的衣帽间。”有时候也会兴冲冲地跑过来：“彤彤，你说咱们俩是要一个男孩还是女孩呢？”更会在我生气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哄我，小声地撒着娇，叫我别不理他。什么时候就变了呢？回想起以前，再看着他现在冷漠又生疏的脸，判若两人的样子，让我有些不知所措。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2个开始针锋相对？是为了一点小事就逐渐消磨掉彼此的爱意和感情吗？民政局门口，他身穿一身黑色西装，衬得他高大又挺拔，手上也不见了婚戒，只留下一圈发白的印记，告诉别人这里曾经承载了一份感情。我走上前，未发一语地将结婚证递给他，虽然早已习惯，但他如同看着陌生人一样的眼神还是刺痛了我。他淡漠地说道：“走吧，我一会还有事。房子归你，其他的你一分也别想得到。还有我的东西，你就给我邮到我妈那里，地址你知道吧？”我当然知道，年年都去当牛做马，受尽屈辱，怎么能忘？我将被风吹散的头发重新掖到耳后，别说的那么大公无私，这房子本就是我出的首付，月供也是我还的，怎么在你嘴里就成了让给我的？你的小公司我也不想要，我陈彤彤还不至于离开你就活不下去。他轻蔑一笑：“是吗？你离职后一直做家庭主妇，你有什么收入来源呢？和你无关。”他瞪了我一眼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行行行，
你爱怎么逞能是你的事，先去把正事办了，我一会还有事呢。我懒得理他，走到窗口，将证件以及填写的表格递给工作人员。因为1个月之前已经来过一次，所以这次很顺利地拿到了离婚证。拿到证的那一刻，我明显注意到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没想到和我离婚竟然让他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原来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原地缅怀这段感情，人家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。我转身出了门，没有理会他欲言又止的样子。现在的他多看一眼我都恶心，将他的行李打好包，并且联系好了快递人员上门，又将婚纱照、合影、情侣用品一一装进垃圾箱子里，并联系物业扔掉。做完这一切，我舒服地窝在沙发里，心情是前所未有的放松。无需担心他上班有没有及时吃饭，胃病会不会犯，也不用战战兢兢地等他下班对我做的菜进行宣判，更不用殚精竭虑地试图猜测他每晚打游戏时和他语音的女孩是谁。这一切的一切再也和我无关。我告诉自己，他这样的人，你付出再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。不要留恋家庭妇女，就是仰仗别人的鼻息过日子，在他的手底下讨生活。讲真，很难受。我得承认，我渴望一个家庭给我独一无二的偏爱，而不是像在孤儿院时要谦让。要懂事，早慧这个词对于童年幸福的人来说十分难得，对于我们这样被抛弃的人来说，这是生存之道。可惜，过分的讨好型人格让人失去了自我。现在，我选择放手。第二天下午，我准备去超市买点菜，刚一出门，便对上了一道不善的视线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是林默然的妈，我的前婆婆。她见我要出门，一个箭步上前就拉住门钻了进来。我发誓，这些年来，我从未在这个病恹恹的老太太身上看到过这般身手。每次回去，她都躺在床上咳嗽，这时候我就应该听话，懂事的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。且她刚刚抵在门上的力道，竟连我都不能撼动。陈彤彤，你先别走，我对你和默然的财产分割有些意见。他在客厅里站定，眼神贪婪地打量着屋子里的布局和装修。这房子是你俩的名字吧？你怎么说拿走就都拿走了？我虽然早就知道我这个婆婆极品，但仍是低估了她。妈，不对，老太太，我和你儿子已经离婚，并且财产公证中，这房子已经划到我的名下。你信不信？我只要打一个报警电话，就可以告你非法入侵民宅呀！再说，这房子的首付是我付的，月租虽然是一起还的。如果你非要斤斤计较的话，那好，咱们就再去财产公证处算一下，我们夫妻俩的共同财产，包括林默然的公司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的前婆婆听完这些话，顿时暴跳如雷。似乎没有想到我这个一直逆来顺受的儿媳妇会这样反驳她。你这个什么都不是的赔钱货，下不出蛋的老母鸡，你竟然敢这么和我说话！一直以来你从不上班，全靠我儿子养着，你哪里有钱付首付？她破口大骂，狰狞的样子让我觉得好笑。老太太，我劝你慎言，到底是我的关系还是你儿子的关系，导致我俩现在还没有孩子？你可以回去问问你儿子，而不是在我面前叫嚣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点，这房子的首付和日常花销都是用的我的积蓄，如果我斤斤计较，我还可以向林默然索要更多的赔偿。现在我不过是给他面子，别不知好歹。放屁！我儿子身体可什么问题都没有，就是你自己的原因还赖在别人头上。他提起林默然的身体，神情透露着得意和窃喜。不会吧，我的脑袋不会上演了青青草原吧？这我属实没想到，怪不得他离婚的时候是那样一副表现，
原来是迫不及待将小情人扶正啊！我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的钱婆婆，老太太，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。既然你不想放弃这套房子，我恰好对林默然的公司，还有为什么你这么笃定他身体没问题这件事上很是好奇。幸好你提醒我，我要不要每天去他的公司蹲一下，总能让我发现什么蛛丝马迹吧？老太太一听，马上慌了神，你可别诬赖我，我就是来看看默然有没有落下什么东西，既然没有就算了。默然和你离婚就对了，一点都不懂尊重老人，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。说完，便狠狠瞪了我一眼，朝门口走去。这老太婆是真的恶毒，她也知道那里是我的伤疤，一个不留神就叫她捅了个对穿。我阴恻恻地张口，说话就说话，别那么大声，我怕狗。不等她反应过来，我便将防盗门啪的一声摔在她面前，任凭她在外面如何叫骂。幸好当时买的一梯一户的高档小区，物业也相当给力，一个电话过去，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老太婆就被人请走了，耳根终于清净。我却也没有了做饭的欲望，只好拿出家里的方便面，简单吃了一口。我在家里摆烂了好几天，但一想到银行账户里的数字，就开心得不得了。可惜刚翘起嘴角，就被林默然的上门打断了这几天的好心情。他穿着休闲，面色不耐地站在门口，银边眼镜下是一双带着阴霾的眼。我将手机放进衣服口袋里，随即打开了门。我问你，你和我妈说了什么？她回家就生病了。他脱口而出的质问让我忍不住发笑。你真搞笑，你妈生病还用得着人气？哪次回去不是躺在床上哼哼，等着我把饭端到她眼前？你这叫什么话？我妈生我养我不容易，你照顾她不应该吗？我嫁给你之后，她才开始不容易的吗？她的不容易不是你爸造成的吗？你这邪门歪理，怎么毕业的？最高学历是胎教吗？你看着他铁青的脸，我的胸腔里迸发出一阵快意，简直想小酌几杯。他见我油盐不进，更是愤怒异常，随后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又得意起来。你小心点，你还记得我的发小李默吧？他现在是有名的大律师，如果我不开心，随时也可以让你净身出户，你信不信？看着他洋洋得意的脸，我由衷地感觉到一阵生理不适。之前我到底是怎么看上他的？我无所谓的一笑，行，这房子有能耐你就拿走，没有你就看着，我没心思跟你在这扯淡，坏了我离婚后的好心情。他又撂了句狠话，叫我不要打扰他的父母，真是好笑极了。那就麻烦你管好你妈，再上我这里撒泼，我就报警。我关上门，听到防盗门上传来2声巨响，我轻嗤一声，没本事还拿东西撒气，什么垃圾货色，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，看上了他？也可能人还是那个人，只不过就是原形毕露罢了。再说谁看得上那点仨瓜俩枣？姐摊牌了，姐现在是亿万富翁，事情还要从签离婚协议的当天说起。从民政局出来之后，无论我再怎么洒脱，林默然再怎么渣，结束一段长达6年的感情，还是让我有一些难受。毕竟就算养条狗还有感情呢。回家的路上，路过了一家彩票店，这里冷冷清清的，只有店主一个人正抬头看着电视，鬼使神差的。我进去买了一组号码，加注到40倍，随即回过神来，不由得嘲笑自己异想天开。原因无他，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运气很差，别人喝冰红茶连续中奖好几瓶，而我买了好几年1瓶都没中过。我浑不在意地将彩票放进手机壳中，回到了家里。第2天，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，直到我无意间在网上冲浪的时候，看了一眼热搜，井号天降锦鲤，庆阳市出现了2亿彩票。
我们城市。我忽然想起我昨天买的彩票，便好奇地打开热搜，上面正是我昨天买彩票的那家门店。不由自主的，血液好像在冲击着我的耳膜。我快速翻开昨日福彩中奖号码，将我手机壳后面的彩票取出，依次核对：08、17、22、23、27、30、25。我终于知道瞳孔地震是什么意思了。我他妈！中奖号码和我手里这张一模一样啊！我恍恍惚惚地从省彩票中心出来，包里揣着支票，上面1.6亿的金额让我有些恍惚。我将钱存在银行里，忘不掉银行的工作人员看向我时，既惊讶又羡慕的样子。是啊，羡慕是正常的，我现在都羡慕我自己。我迅速将我和林默然的婚房挂上中介，之前是无可奈何，而现在我有了更好的选择，并且表示了想要买一个豪华大平层的需求。房产中介闻言，将我奉为座上宾，带我去看了一户600平的江景大平层，并且附带全部装修，价格则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1500万。而现在的我，眼睛眨也不眨的就敲定了合同。当天下午，我去了 4S 店，碰巧梦中情车718有现货，多犹豫1秒都是对梦中情车合账上余额的不尊重。配置选择了最高档，刷卡付款一气呵成。看着销售小哥见牙不见眼的笑容，我恍然大悟，这就是金钱所带来的底气。事情已经过去月余，房产中介打电话告诉我有人想要买我之前挂上去的二手房。我开车来到现场，却对上了一双诧异的眼睛。那双眼睛的主人是我的前夫。你，这是谁的车？他贪婪的眼神落在我身后的保时捷718上，眼里满是对豪车的惊艳。谁的车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不耐烦地打断他即将要说出口的话。他狗嘴里向来吐不出象牙，他的话多一个字我都不想听。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带着审视。我前几天听我开彩票站的哥们说，咱们小区附近一家彩票店开福彩中了2个亿。恰巧店主调监控，中彩票的那个人和你非常像。他打电话恭喜我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直到他把照片发过来，我才能确定那人是你。他盯着我，犹如一块行走的肥肉。你真的买彩票中奖了2个亿吗？话音一落，就连旁边的中介都把诧异的眼神投放在我身上。我毫不在意地笑了笑，我是中了2个亿，可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闻言，他眼里的兴奋似乎要透出眼球。那好，这是夫妻共有财产吧？我有权利分走一半。我看着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，差点笑出声。真可惜，这张彩票是我们离婚后买的，和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这不可能！你忘了，离婚有1个月的冷静期，期间所获得的财产还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。他理直气壮地辩解道，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什么。我冷笑，睁大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我过了1个月冷静期买的彩票，就在拿到离婚证的下午。好幸运啊，要不然还要给你分一半。他脸色一白，他真的没有注意，只是在看到照片和彩票中奖2个亿就兴奋的不行，马不停蹄地联系我。可惜我早就已经把他拉黑了，正好看到我把房子挂在平台上售卖，这才联系中介约我出来。好啊，陈彤彤，是我小看了你，没想到你这辈子还有这种财命。他阴恻恻地看着我，不过你不用得意得太早，我有的是机会证明这张彩票是用我的钱买的。你当家庭主妇这些年，又交首付又付房贷，还要日常花销，想必积蓄早就没了吧？要不也不用每个月舔着脸管我要生活费，说不定这张彩票就是用我给你的生活费买的。此话一出，旁边的中介都将鄙夷的眼光投向了他，
似乎没有想到有人把软饭硬吃说的这么理直气壮。怎么，你有你的律师哥们，我就不能高薪聘请金牌律师？既然如此，这很好办，咱们就各凭本事，我看是你哥们厉害，还是我的超能力厉害？我头也不回地走了，但一想到他心里悔恨的样子，就想放声大笑。下午我就找到了本市最有名的金牌律师，并且迅速地敲定了应对方案，更是将我每个月凭借副业收入的流水打了出来，交给律师。虽然价格不菲，但我看得出他们专业的态度，我非常满意。果不其然，他们以婚内财产分配不均为理由将我告到法院。3天后开庭，我的前婆婆和前夫站在原告席上，怨毒地看着我，似乎我就是他们家的附属品和佣人，所得何人都应该属于他们家，没有半分人权。我无视他的视线，落落大方地坐在被告席上。随后正式开庭，原告以我没有收入，花的都是我前夫的钱为由，判断这张彩票应该是我丈夫的钱，并表示这笔钱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我的前妻陈彤彤为了备孕，已经有1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工作，而她的账户我看过，除去交了房贷的，还有日常花销，根本不剩什么钱，还要伸手朝我要钱花。我笑了，林默然，你学的心算不到位啊，我在这都能听到你的小九九了。将抠搜说的这么清新脱俗，受教了。我是没有工作了，也没有存款，可我每个月靠副业，也可以月入3000左右。虽然朝你要钱，只不过是觉得夫妻双方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家庭做一份贡献。你每天像个大爷一样，我又得顾家，又得洗衣做饭，房子我首付和月供，生活费你也不想出，怎么怨重就是这么被你缠上的？想起以前的日子，我都想进去倒光自己脑子里的水，舔狗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。那我不管，你可能也无法证明这钱是从你自己的账户出的吧？他话音一转，又得意起来。可以呀，我笑眯眯地说道。买彩票的那天正好是我副业结算的那天，银行流水我已经打出来了，就在我手里，你想看啊？林默然的脸一刹那铁青，我知道他是想赌一下，但没想到老天都是站在我这边的。那天刚要付款的时候，银行就把贷款收走，里面只剩下20多块钱，我这才换了副业收入的那张卡付了款。最终，在我方律师的据理力争下，我很快赢得了这场官司，出了法院大门。他们一家人正整整齐齐地站在台阶下等着我。陈彤彤，你这个小贱人，我们家哪里对不住你？你竟如此狠心！我的前婆婆站在台阶下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，要是没有旁边的人拉着，怕是早就扑到我身上了。我好笑地看着她，老太太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以后我赚的工资还必须上交不成？以前我每次朝林默然要生活费的时候，他都一脸理所当然地说，在他妈那，是我傻，不愿和他计较，也因为那莫名其妙的自尊心，从不过多地去强迫他。没想到他们一家拿我当大冤种，还有你家怎么对我？年复一年的当牛做马，得不到一个好脸色，动辄辱骂、讽刺我有娘生没娘养，像个保姆一样存在，却被当成理所应当。穿着带着我给你买的东西，在外面大肆宣传我不孝顺。每次我和林默然回婆婆家，都能对上一群大妈打量、鄙夷的视线。起初我还不明所以，直到后来我无意间听到她在外面宣传我多么懒惰和不孝顺，我这才明白，白眼狼就是白眼狼，怎么喂都喂不熟。我翻了个白眼，越过他们就要走，没想到那老太婆嚎叫一声就朝我冲了过来。我听见声音，朝旁边一闪，她径直地扑跪在我面前，脸上更是被坚硬的石面蹭出了道道血痕。妈，你没事吧？
林默然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，随即怒气冲冲地指着我叫骂：“你这人有没有同情心？我妈60岁了，要是出点事，我跟你没完！”我转过头，一脸诚恳：“你妈是法盲，你也是啊。打架斗殴是要被拘留的，懂吗？我躲着她是为了她好，你怎么还不知好歹呀？你快扶着你妈躲起来吧，收垃圾的来了！”说完，不顾他如何在背后辱骂，我都坚决不回头。从离开法院那天起，林默然一家再也没有烦过我。我从江景房出发，来到三亚，开启一个人的旅程。放到以前，这是想也不敢的，毕竟我没了收入，还要还房贷。林默然还老是暗戳戳地说他要买车，我也很想给他美好的、井井有条的家，充满烟火气的生活和不输别人的生活条件。可惜我一片真心为了狗，好在回头不晚，这辈子谁也别想再叫我受委屈。我从奢侈品店出来，一身华贵的衣服真的为我带来了安全感。想想以前什么都不敢买的时候，竟然还没有结婚前的消费自由，越发觉得自己以前一定是被屎糊住了眼。我痛痛快快地玩了半个月，这才回到家。刚到家的第2天，就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吵醒。我迷迷糊糊地拿起手机，是和我一起从孤儿院出来的闺蜜打来的电话：“喂，莹莹，怎么了？”“哎呀，彤彤，你怎么还在睡觉啊？你都上热搜了。”闻言，我勉强打起精神：“什么热搜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离婚了？还中了彩票？”我不明所以。“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本想等你出差回来跟你说的。”“嗨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他那人不行，老是扑你。你快看看热搜吧，他颠倒黑白，把他对你做的那些事都反过来说，现在网上都是骂你的。要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见证，我都信了。”我火气一下就上来了，没想到这家人真是闲不住。好啊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投。我手里的东西早就饥渴难耐，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我打开热搜，第1条就是井号我身中2个亿的前妻，见死不救。里面内容则是一小段视频，林默然站在医院病房里，他妈妈躺在病床上直哼哼。他大义凛然地开口道：“我的前妻陈彤彤中了彩票，便要和我离婚。现在我的母亲重病，他却不顾一切，吃喝玩乐，不管老人死活。”他假装低头拭泪，又故作坚强地开口：“我也不是一定要图他的钱，只是结婚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没有工作，全都靠我补贴家用。我怜惜他无处安身，这才把房子给了他。现在我的母亲重病，我却不得不朝他开口。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狠心，电话不接，还骂我妈怎么还没死。我不知道他怎么就对我妈这么大的敌意，而且我别无所求，只求你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救救我妈。她生了很重的病，必须尽快治疗，但费用过于昂贵，我实在没有办法，这才用这种方法逼你现身。”说完，又抬起通红的眼看向屏幕，一个隐忍又有责任感的丈夫跃然于屏幕上。毫无意外的，我火了。这条视频的下面已经有10多万的留言，热度最高的110来条都是骂我的。哇，没想到现在天底下还有这种忘恩负义的人。是啊，都为了照顾他，将房子都给他了，都有这么多钱了，还这么吝啬，真给女的丢脸。我自虐一般的翻看评论，不一会变红了眼眶，委屈、愤怒的情绪一拥而上，将我整个人淹没。无关别的，只是没有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样颠倒黑白的话。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知道他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一个人拉着他长大，很不容易，早早的就要出门卖早餐，寒冬腊月，狂风骤雨，从不停息。因为断了1天，就可能交不上他的学费，
所以我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我羡慕他所获得的母爱，又觉得他母亲很伟大。在他母亲对我指手画脚的时候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但他从来不干预，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将我拥入怀中，轻声解释他母亲太苦了，这才养成这样的性格。但人还是好的，请我不要在意。我信了，我迅速沉浸到他给我编织的香甜美梦中，每天任劳任怨。他母亲对我不好，我就加倍的对他们母子好。我坚信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完全没有想到，他不是草木，他是顽石，还是茅坑里的。我怀孕3个月的时候，他叫我陪他出门逛街。我扛着孕图走出家门，在出商场的时候，一辆轿车不受控制地朝人群冲了过来。他只要不推我，轻轻地拉我一把，或者自顾自地跑了，我也不会向前倒去，摔倒在车轮下面。我能感觉到温热的鲜血从腿间缓缓流出，一阵剧痛从体内传来，一时之间，我竟然分不清这痛是来自腹部还是心脏。再次醒来，就是在医院了。屋子里没有人，点滴却已经见了底。我举着吊瓶，蹒跚着站了起来，走到门口，听到门口隐隐传来我婆婆的声音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她自己笨，跑都不会跑，怪我吗？”我婆婆带着不耐的声音传来，语气里满是对我的嫌弃：“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现场监控就是看到你推彤彤了，他醒了之后，我怎么和他交代呀？”“交代？交代啥？我是老人，他都没有照顾好我，我不怪他就不错了，你还让我跟他道歉呢？我告诉你，没门。”林默然的语气透着无奈，似乎也拿他妈没有办法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大出血子宫摘除，以后彤彤再也没办法要孩子了。我早就跟你说，他一看就是一个没福的。咱家隔壁从小跟你一起玩到大的赵欣彤，你还记得吧？人家一直在等你，而且是我从小看到大的。我看他好得不得了，不知你怎么就被这个小狐狸精迷住了眼睛。哎呀，妈，我不喜欢他，我只喜欢彤彤。我脚步不稳，不小心撞在门上，发出了声响。林默然抬头对上我的视线，有些惊慌失措，忙跑了过来：“醒了，彤彤，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我对上他的视线，里面是满满的疼惜。我摇摇头，吊瓶没药了。那你等我，我去找护士。他出了门，我对上我婆婆的视线，她极不自然地转移了目光，我却一瞬间寒了心，她竟连句道歉也没有。你失去的只是子宫，而我妈没的可是自尊啊！莫大的嘲讽向我袭来，我只能回到屋子咽下苦果。这一辈子，我再也没有了当母亲的权利。我闭上眼睛，从回忆中抽身而出。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撕破他们那一家人恶心的嘴脸。幸好，我早有准备地留了一手。从我离婚后，只要和他们家人接触的所有过程，我都用手机录了音，毕竟，就为了这有朝一日能用上。所幸不负众望，他们家果然如同我想的那样，开始作妖。现在的我早就对他们家厌恶至极。我将这些年来在他们家的经历写成掌文，并且加上早就准备好的录音，没有经过任何剪辑，原汁原味地发了上去，并且聘请不少专业大 V 为我转发。同时，我也没有闲着，找到之前帮我打官司的金牌律师，替我起诉前夫一家，以诽谤他人的名义。因为大 V 们的影响力，我的掌文和录音被顶上了热搜，两极反转的剧情使得一众吃瓜群众津津乐道。天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球锤的锤吗？这个男人好恶心，他怎么把吃软饭说的那么理直气壮又清新脱俗？估计是没有想到他前妻有录音，想说成白的就说成白的，这太可怕了。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男人面相看着就很猥琐？网络上硝烟四起，
我在现实中也没有闲着，我找人查了一下近3个月林默然的路线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他在他母亲的旁边单元买了一户3室2厅的房子，那里藏着一个身怀6甲的女人。我看着手里的照片，一阵阵反胃涌上喉咙。林默然领着大腹便便的女人走在路上，眼里满是细碎的笑意和幸福。这个怀孕的女人我见过，在我和林默然的婚礼上，她曾出现过，穿着一身类似婚纱的白色长裙，梳着和我差不多的盘发，目光哀怨地盯着林默然。而我的婆婆将她带在身边，逐一向人介绍。我问林默然：“这个女孩是谁？”她抬头，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，随即回答道：“啊，我妈的干女儿赵欣彤，我妹子。”随即看我不善的神色，又嬉皮笑脸地凑上来说道：“怎么了？吃醋了？别气别气，谁能有我们家彤彤好看？”我笑着推了她一下，虽然得到了回答，但心里始终留下了一根刺。直到后来我子宫摘除，才在住院期间又重新听到了这个名字。出院后，我回到家中，林默然也曾无微不至地照顾了我半个月的时间。但自从他妈开始频繁给他打电话之后，叫他过去之后，慢慢的他便开始对我不耐烦起来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从他的微信上看到了一个被注明为彤彤的好友跟他说话：“林哥，你今天过来吗？我家里停电了，我好怕呀。”“彤彤别怕，我现在就过去。”“好的，你快来，不过嫂子怎么办？”“没关系，她胆子可比你的大多了，你等我，我马上到。”我这才明白那天停电时，为什么她那么神色匆忙地离开。我问她，她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婆婆他们社区停电，她要去看看。”说完也不顾我的反应，穿上衣服就走了，没有问问我一个人在家怕不怕。我也是一个胆怯的小姑娘啊。我将照片收好，交给了律师，并且向他提交了我前夫林默然婚内出轨的证据、购房证明、开房记录，以及从垃圾桶里掏出的孕产检报告单。姓名是赵欣彤，日期赫然是和我离婚前的4个月。那时候的我在干嘛？为我的孩子伤心难过的同时，还要打起精神伺候林默然。这如同八卦狗写剧的情节，竟然在我身上上演，小丑竟然就是我自己。幸好金牌律师认为这些是强有力的婚内出轨证据，并且表示凭借这些东西可以进行起诉，并且重新分配财产。我同意了这个方案，甚至表示还可以更狠一些。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的同时还散尽家财。开庭当日，我坐在原告席上，好整以暇地盯着那2个伪善的人，环顾了一下观众席，毫不意外地看到了一个孕妇。她对上了我的视线，十分心虚地瑟缩了一下。我抿唇一笑，现在就让我来看看你们的感情究竟有多么深厚了。我方律师将所有证据呈上，并且向法院提出了被告的诽谤罪。基于证据确凿，毫无疑义的，我获得了胜利。接下来，我的律师又重新取出了一份文档，上面桩桩件件地记录了我的前夫林默然和赵欣彤的相处过程，以及各种同居证明，确认林默然和赵欣彤在我们婚姻期间存在同居关系。经过证据表明，这属于婚内出轨。林默然惊恐地看着我，似乎不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。我抿唇一笑，不用惊讶，多亏了你的好妈妈，要不我真发现不了这些蛛丝马迹。你妈之前去我那里要房子，张口闭口说我是不下蛋的母鸡，并且表示你的身体特别好。我就在想，怎么个好法呀？我太好奇了。这不，真得谢谢咱妈给的启发，还真让我找到了。是不是我的孩子刚没，你就忍不住了？真好，原来你这么想当爸爸呀。我面带微笑的鼓掌。林默然闻言，回身看了他母亲一眼，老太太回避了目光，小声嘟囔：“
我就随口一说，没想到他就猜到了。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他肚子里的就是我的孩子？我知道你会这么问，自然是他自己做无创的时候查的 DNA 检测咯，跟我可没关系。至于他为什么做这个，那我可不知情了。我眼看着台下的孕妇一下子惨白了脸，低下了头。林默然走到如今这个位置，自然也不是个白痴，想一想就明白，自己头上也是一片青青草原。他宛如虚脱了一样坐回椅子上，目光呆滞不发一言，这就受不了了。我的前夫婚内出轨，证据确凿，我申请重新分配婚内资产。这时候的林默然才真的慌了。陈彤彤，你不用做得这么绝吧？咱们俩好歹是夫妻一场，而且我妈还病着。我眯眯眼睛，我做得绝。如果我请不起律师，无法替自己辩解，就任由你们一盆脏水倒在我的头上，让人网暴我，人肉我，现实中在别人面前也抬不起头。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，算是让你玩明白了。我不顾他要吃人的目光，将战场重新交给了律师。最后，在资产重新分配的情况下，他名下的3套房子还有现金全部给我，而公司的财产属他一人所有。虽然我看不上那仨瓜俩枣，但看他吃瘪，是我用多少钱也换不来的。我为本次开庭申请了直播。毫不意外地出了法院大门，就被一堆记者围了起来。我一出门，早就雇佣好了4个保镖，就把我围了起来，保护我走出包围圈。直到我坐到车里，记者都没有散。我好心地告诉他们，别等我了，我前夫他们马上出来，还不如找他们来得快。几个聪明的记者闻言，马上拎起相机朝法院门口冲去。因为网上那场骂战，大家都想争先报道，获得一手资源。回到家里，我好好的睡了个天翻地覆，醒来后却只能感觉到一阵阵莫名的空虚。人嘛，总是要靠什么支撑着的，无论是爱与恨，都是一种目标，人们为之奋斗，无论得失，无论成败。过了几天，我的闺蜜回来了，她心疼地抱抱我，莹莹，不用这样，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快乐。我懂，这大平层，这小野马，这存折上的小余额，你还要啥自行车？卿所言甚是，嘿嘿，走，购物去。从那天起，林默然这个名字和他的家庭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眼前。每天我都过得潇洒又自信。我回了孤儿院，捐了一笔钱。虽然我在这里并没有体会到童年的欢乐，但它却给了我2次生命。我还领养了3只猫和2条狗，剩下的钱有专门一部分我用来资助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。直到有一天，商场的 C 告诉我新到了一款包，非常适合我。刚回来的我正是无聊，便来到了商场，一气买了5个包包。在 C 笑容满面送我出门的时候，我有些意外地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林默然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的前婆婆，正穿着保洁的服装蹲在地上擦的，旁边是一个主管模样的人，正在训斥她。我的前婆婆脸色涨红，不停地点头哈腰，这才平息了主管的怒火。她站起身来，不经意间对上了我的视线。那一刹那，我看清了无尽的后悔、瑟缩以及憎恨。直到后来我才听说，林默然的公司倒闭了，没有人愿意和他这样人品不好的公司合作。在没有资金流的情况下，他早早的就申请了破产，剩下的钱也都拿去还债了。而天不遂人愿，他在破产后选择了黄袍加身，送起了外卖，却在一个凛冽的寒冬出了车祸，没了一条腿。从那之后，他成天酗酒，短短2年的时间，就像老了20岁。更是在一次醉酒后家暴了赵欣彤，赵欣彤受不了，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。至此，他们家的劳动力只能落在老太太的身上，
成也萧何败萧何。我婆婆可能没有想到，自己不仅要养儿子小，还要养儿子老，天道昭昭，因果不爽。现在对我来说，他们只是我的过客，我的未来还很遥远，还有大把的时间去重新认识这世间。故事2，男友因为我爸是个捡破烂的，背着我偷偷和富家千金好上了。后来我成为100亿家产唯一继承人，他绑架我，想要钱跑路，而我亲手把他送到了牢里蹲。一贯温柔体贴的男友谢俊伟脚踏2只船被我发现，震惊之下，我直接开问：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慌张和错愕在他脸上一闪而过，继而毫无愧疚地说：不重要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好好和我在一起就行了。这一秒，我是恶心的，有种想去厕所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吐干净的冲动。上学时，在校园里意气风发的少年，怎么工作3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说：我们分手吧。他冷笑一声：不可能。那你和他分手？刚说完我就后悔了，如果谢俊伟答应和那个女人彻底断掉，我是否还能毫无芥蒂地和他继续在一起？这时，男人还是一声冷笑：王星，做梦呢。我暗戳戳地松了口气，他走到我身边，把我揽在怀里。你知道的，那个女人是我公司老板唯一的女儿，我要是能和她结婚，事业上肯定是平步青云，一辈子高枕无忧。边说边戏谑地挑起我的下巴：你跟着我，吃香的喝辣的都安排上，肯定不会亏待你。我当年果真是眼瞎，怎会看上这个男人？我只觉得悲哀，咱们在一起6年，你从未想过要娶我，我都可以不怪你，但麻烦你不要把我当成小三。谢俊伟，我爱的是你。呸，他这是爱一个人的表现吗？纯属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。你真恶心。他突然发狠，我恶心？我就算和别的女人结婚了，我有说过会抛弃你吗？你爸不过就是个捡破烂的，难不成我娶你，然后跟着你爸去捡破烂？我爸是我的底线，谁也不能在我面前瞧不起他。于是我瞪大眼睛，恶狠狠地警告谢俊伟：你可以说我，但是绝不可以侮辱我爸。我可以尊重你爸。他话锋一转：不过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秘密，就最好守口如瓶。以后我们用那个女人的钱，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要是你敢坏我的好事，我不介意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爸就是个靠捡破烂为生的脏老头。你威胁我？谢俊伟，别那么想我，我不过在教你该怎么做。可惜他失算了。我一点都不害怕别人知道我爸是捡破烂的，相反，我很自豪。靠自己的劳动吃饭，不偷不抢的，总比靠女人吃软饭强。再说了，我爸是为了体验生活才去捡破烂，实际上他是一个深藏不露的富豪。第2天晚上，谢俊伟为了实现他那凤凰男的春秋大梦，估计正在狗腿的和那个女人约会。于是我赶紧收拾好自己的行李，回了家里的大别墅。今天早上我就已经从原来的公司辞职，明天直接去我爸作为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上班，及时止损，远离谢俊伟。就在我以为自己摆脱了渣男，开启崭新的生活时，发现朋友圈被一张照片刷屏了。照片中，一个50多岁的老头推着一辆装满纸壳和瓶子的3轮车，那画面莫名有些心酸。而那个老头正是我爸。我随机私聊了一个人：你这条朋友圈挺有意思的，是想为这个表面看起来可怜的男人打广告，博同情吗？那人秒回：谢俊伟拜托我帮忙转发的，具体干什么用我也不太清楚。奇怪，谢俊伟明明说这张照片背后的意义，你一看就懂的呀。我确实一看就懂，现在就更加确定了。他还真是说到做到，想用我爸捡破烂的照片威胁我。不过那人比较八卦，
我朋友圈都被这张照片刷屏了。这照片背后的含义只有你懂，这是什么新的情侣之间的小游戏吗？也太与众不同了吧！我直接干脆什么都别问，搬好小板凳吃瓜就行。我原本不想去追究谢俊伟的背叛，也不准备去破坏他走上人生巅峰之路，但他目前的行为太过恶心，非要把我丢得远远的死苍蝇拿出来恶心我，就别怪我不念当年单纯美好的校园感情。我的报复是他自找的，这次我不再单纯的拉黑谢俊伟的所有联系方式，而是直接选择换新手机、办新手机号，然后开始在网上搜索谢俊伟所在公司的老板以及老板的女儿，也就是谢俊伟眼中那块诱人的肥肉。那个女人叫董玉珠。当我在网上看了关于她零散的照片后，我更加恶心谢俊伟，差点就把晚饭吐出来了。董玉珠身材中等，长相很明显就能看出来动了不少刀子，面部极其不自然，难怪不得谢俊伟脚踏两只船。看上了董玉珠的钱和权，又舍不得我的美貌，简直将男人骨子里的贪婪和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男人难道留着危害社会吗？我一定要为民除害。不想再和谢俊伟有任何联系的我，唯一的切入口是董玉珠。原本以为富家小姐都比较低调，比如说我，毕竟露富容易拉仇恨。但董玉珠是个意外，她在各类社交平台都异常活跃，晒衣服、鞋子、包包，晒家里的大房子，包括她主页给自己的标签，都不忘告诉别人我是富三代。就她这样的行事风格，难怪不得被谢俊伟盯上。网上零碎的信息是不够的，为此我还花了100万找了个私家侦探。1周后，私家侦探把董玉珠的个人信息、生活习惯，包括爱喝哪种咖啡、一般几点喝咖啡这类小事都详尽地发给了我。我发现董玉珠除了爱炫富，还很爱看帅哥，是多个男明星直播间打赏主播排行榜第一和第2还是断层的那种。包括前2天，董玉珠还在某个当红男流量的直播间里狂刷礼物，我顿悟了。原来董玉珠也不是个善茬，之所以会看上谢俊伟，是因为那个渣男有一副好皮囊。周末，我打着富豪老爸的名号，去他参股的一个影视公司，能叫几个人帅不火的男艺人过来吗？该公司经纪人深谙社会规则，不问我原因，直接安排。毕竟我那低调的老爹在公司是个很有话语权的大股东，以至于大家对我都是毕恭毕敬。不一会儿，就有5个不同类型的男生进来。小王总，你们慢慢聊，还是上班时间，我就先出去干活了。经纪人说完就溜，生怕被我留下来，就连自家艺人用一脸懵的表情看他，他依旧视而不见。我站起来挨个打量，最终选了一个长相酷似某凡的男孩。男孩还挺淡定，默默站在我旁边，什么都不问。那个，我这有一个活，挺赚钱的，就看你接不接。我叫严帅。先说来听听，我应该不会和钱过不去。男孩没半分谦虚恭敬，我都怀疑是不是经纪人说话太快，小王总这3个字说得太含糊，严帅没听清楚。不过这种性格的男生，董玉珠应该会很上头。这世界不仅男人会有很强的征服欲，女人也有。我玩味地问，有恋爱经验吗？谈过几个女朋友？怎么，看上我了？严帅吊儿郎当地靠近我，语气莫名有些撩。要是以前，我估计和情窦初开的女孩子一样，早就小鹿乱撞，脸红心跳了。经历了谢俊伟的背叛后，我蜕变了。男人的嘴不能信，男人的脸不能爱，严肃点，和我保持1米的安全距离。既然谈正事，就要有谈正事的样子。我从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照片递给严帅，他叫董玉珠，是个富三代，
你需要做的就是破坏掉他和一个叫谢俊伟的男人之间的感情。他扫了一眼照片，啧啧了2声。照片上这女人抢了你的男人。他用的不是疑问句，而是肯定句。你不觉得丢脸吗？他肆无忌惮地打量我，眼神好像在说：你对得起你的张脸吗？竟然被一个姿色平平的女人轻易打败，丢脸吗？还好吧，更多的是庆幸，人生能有几个20多岁？我已经在谢俊伟身上浪费了一半，总不能再搭进去10年8年的吧？收起你的男人思维，我只觉得庆幸，要是他已经和我结婚了才暴露本性，不仅会浪费我的感情，还浪费我的钱。要是他不肯离婚或者想要分我的财产，那才是让我两难的局面。言归正传，这活你接不接？严帅，你就不怕我被那个女人收买，背叛你，或者上演个碟中谍？我笃定你不会的。理由？帅哥就得配美女，你也看到了，那女人的脸不自然，动过不少刀子。就算你能忍，难道你就不害怕将来你俩孩子的颜值严重偏离标准值？严帅有些玩味，我冲着他前去的。我笑了，我比他有钱，所以你要不要考虑来挣我的钱？他只说了3个字：看价格。我知道严帅不是个单纯的人，表面上和我聊天，实际上已经开始抬价了。当然，帅哥满地跑，但能找到一个长在董玉珠审美点上的男人不容易，我也就不在乎多花几个钱。更重要的是，报复渣男，刻不容缓。我1000万，唯一的要求是让谢俊伟的下场只有更惨，没有最惨。这次严帅爽快答应，报复渣男这事开始推进。我哼着小曲，开着刚提的限量版跑车去赴约。我老爹说他要提前退休去体验生活，以后就由我接手他全部的事业。所以刚上路的新手大股东，这不就被上市集团老总请吃饭了吗？用餐用到一半，我就找借口说先去上个洗手间，上厕所是假的。我就想出来透透气。老总和我爸年龄差不多，但他有些谢顶，不让我叫他老总，让我叫他叔叔，一直拐弯抹角地跟我讲权力制衡与博弈。要是可以，他估计都想带我行使股东权利了。毕竟我又年轻又貌美，很容易让人忽略掉我的实力。王兴，背后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我暗叫不好，怎么吃个饭都能遇到渣男？太影响胃口了。我刚回过身，就听到渣男略微吃惊地说：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幸在这种高档餐厅看到你，今晚简单消费一顿，估计要花上你1年的工资吧。我不能告诉他，他眼中的高档餐厅，其实有一部分是我家的。我在这吃饭不用钱，看在咱俩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份上，这顿饭我请了。谢俊伟语气高傲，在我面前表现他的优越感。那我是不是还得感激涕零地跟你说一声谢谢？我语气中的讽刺，他好像并未在意，只顾着说：我和董玉珠快要结婚了，你最好乖乖的，别给我弄出什么幺蛾子。要是你不让我好过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接着他威胁我说：你爸捡破烂的照片可还在我手里。1年前，我爸为了考察谢俊伟，故意装扮成拾荒老人的模样来找我，还特意安排让谢俊伟看到这一幕。当初我还嗔怪老爸多事，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谢俊伟不是那种凤凰男。现在我只觉得脸疼。我放心，毕竟以前真心爱过，我不会挡你道的。我会让董玉珠不要你，让你无路可走，无路可退。听了我的话，谢俊伟有些动容。王兴，虽然我快要结婚了，但我永远不会拒绝你。我电话号不变，要是以后生活不顺心，就来找我，我可以养你。哼，怎么养？包养吗？谢俊伟就是个大猪蹄子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老总朝我走来，老总也看到了我，
于是他边走边说：“小星，原来你在这呢，我还以为你不耐烦听我一个老头在那絮絮叨叨，已经溜走了呢。”听到背后有人说话，谢俊伟朝后看了一眼，然后嘲讽地对我说：“原本还觉得你挺清高的，现在连老头都不放过。”他啧啧几声：“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和我分手？毕竟跟着我总比跟一个老头好。不过现在的你我看不上了，我都不知道谁给他的自信。但目前我不会傻到自曝身份，毕竟我年轻又貌美，还有一个深藏不露的富豪老爹。要是谢俊伟知道了，保不齐会回头当舔狗。我还想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最后眼看他楼塌了。所以我一脸讨好的挽上老总的胳膊：“叔叔，我就是出来补个妆，听你讲话是多么享受的一件事，我怎么可能会溜呢？未来还要承蒙你多多照顾呢。”我故意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，就是想让谢俊伟这个渣男轻敌，让我的人设朝着他设定的方向走。渣男对我的动作满脸不屑，直接扭头走掉了。现在的他就是只井底蛙，以为董玉珠的爸爸就是富豪界的老大，而他马上就成为豪门的入赘驸马。殊不知他看不上的秃顶老头，可是某上市大集团的老总，分量重着呢。2个月后，严帅邀请我去看一出大戏的，点是我家入股的大酒店，专门给有钱人用来办婚礼的那种。算算时间，渣男谢俊伟和董玉珠的婚期也是这2天了。为了以最佳状态去看这场世纪大戏，我特地去做了个全身按摩，穿一袭鲜艳的红裙，蹬着一双不下10公分的高跟鞋，一头火辣的大卷，最后涂上最热烈的口红。要不是怕气质不搭，我都想去买包瓜子边看戏。所以当一身黑色燕尾西装的谢俊伟看到我时，我竟然在他眼里看到了遗憾。俗话说佛靠金装，人靠衣装，原本以为你素面朝天已经够好看了，这突然一打扮还真是让人移不开眼。只是可惜了这么美的一张脸，跟了个老头。面对他的冷嘲热讽，我只当是男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劣根性。我冷声说道：“我劝你善良，我好心好意来给你送红包，恭喜你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，你却对我冷言讥讽，是不是不太厚道了？”接着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作为男人，格局的大点，要不然他还怎么面对马上就要到来的狂风骤雨呢？”整个酒店来来往往都是宾客，人多眼杂，谢俊伟不敢和我说太多话，生怕在这关键的临门一脚龙门被堵死。我刚入座，就有几个胆大的男人和我搭讪：“帅哥，我都看不上，就更别提面前这几个早就按捺不住、蠢蠢欲动的歪瓜裂枣了。”所以我毫不客气地拒绝。顿时几个男人脸色有些难堪地说：“你打扮得这么精致，该不会是新郎的前女友吧？”我有些不屑地说：“新郎是个什么货色，白送给我都不要。”几个男人对视了一眼，全是轻浮，好像长得好看的女人天生就该是出身不好的灰姑娘。我说道：“我爸是著名投资人王博，是很多家大型企业的大股东，今天是董总女儿的婚礼，我爸有事来不了，我就只好勉为其难地替他跑一趟了。”我刚说完，面前的几个男人马上转变了态度，也别谦卑地说，是我们几个有眼不识泰山，王小姐人美心善，不会和我们计较的，对不对？那是自然，这点气度我还是有的。麻烦王小姐替我们向您父亲问好，我们家里的公司随时欢迎令尊入股。这几个男人都是些富家公子，哥虽然个人本领不行，却还是知道我爸的。毕竟我爸可是低调的商业圈传奇人物，投哪个公司，哪个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绝对是一骑绝尘。主持人上场，婚礼马上开始了。看似井井有条的现场，实则是风雨欲来的最后的平静。我一直以为严帅想给我的惊喜
是在婚礼当天带跑新娘，留下新郎目瞪口呆，直到新娘准时出场。但我也不担心，尾款900万还在我手里。婚礼如常，谢俊伟看起来比刚才要兴奋。就算这男人是冲着董玉珠家的钱去的，但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，哪有不激动的呢？只要戴上戒指，在一众宾客的欢呼声中来个接吻，他就真的是豪门驸马了。董玉珠挽着他爸爸的手，一步一步走向新郎。当谢俊伟一脸欣喜地伸出手，想要牵新娘时，新娘死死地挽着自家爸爸的手不放。短暂的1、2秒，还好在场的亲朋好友还能理解，认为新娘出嫁摄部的父亲。可这社死的时间持续了几十秒，谢俊伟的脸都挂不住了。酒席之间一片嘈杂，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谢俊伟，就想看他当众丢脸，看他无地自容，看他社死。所以我注意到了缓缓走向董玉珠的严帅，他一身白色燕尾西装，这是要抢亲吗？董玉珠看到严帅的一瞬间，一扫之前的不情不愿，整个人笑容满面。她直接挽着董父的手，掠过谢俊伟，像个小女生一般来到严帅面前，十分主动地挽上严帅的胳膊，终于迎来了我想要的反转。谢俊伟后知后觉地转身，看到两人旁若无人的对视，气急败坏地质问道：“董玉珠，你在干嘛？这是我们的婚礼，你挽着一个野男人的胳膊，成何体统？”说着就要把两人分开，什么风度都不顾了。严帅直接把董玉珠挡在身后，自己和谢俊伟正面，然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展开了气场上的较量。不过董玉珠很快叫来保安，毫不留情地说：“把这个破坏我婚礼的男人赶出去。”谢俊伟震惊，现场宾客震惊。我笑道：“这可真是一出大戏，一出让谢俊伟颜面扫地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的修罗场。”当两个保安架着谢俊伟出去时，他好像才反应过来，直接破口大骂道：“董玉珠，你竟然敢玩我！别以为你有几个凑钱就能横着走，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明天的头条就是富家千金毫无道德，有了新欢忘了旧爱。”眼见他就要被扔到门外了，气度都没保住，他也就不顾形象了，整个人拉着大门把手不松。于是又上来2个保安，最终4个保安齐心协力把他抬出去了。前新郎谢俊伟被新娘董玉珠扔出去了，婚礼照旧，替补新郎严帅得以上位，两人郎情妾意地走完了婚礼所有流程。仪式结束后，我就走了。严帅故意与我擦肩而过，那瞬间小声说了句：“怎样，够精彩吗？戏看完了，别忘把看戏的钱付了。”从小到大，我一直都不觉得有钱是一件很幸福、很快乐的事。相反，有钱会让我1、2个月才能见我爸一面，成为常态。有钱会让我妈跟我爸离婚，再嫁一个小公务员。有钱会让我觉得身边的人并不是真心对我好。所以一上大学我就开始装穷，室友们1个月生活费2000块，我就说我1500块。要不是我长了一张粉黛为师，就让人心生喜悦的脸，估计我早就泯然众人了，哪能入得了校草谢俊伟的眼。刚出酒店大门口，我就被一个男人从背后抓住。男人语气愤怒地说：“王星，你今天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？那对狗男女得意不了多久，酒店是有监控的，我要把他们恶劣的行为公之于众，让广大的网友来评评理。我就不信董玉珠还能手眼遮天了，他就等着被网暴吧。”听到声音知道是谢俊伟后，我反倒不慌。他一贯胆小，就算愤怒至极，也会因为胆小怕事不敢和董家硬刚。不过他的小算盘要失算了，今天来参加婚礼的都是董家的合作伙伴，都有利益联系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生意人都懂。所以今天的婚礼现场不会有任何视频流出，酒店也不会因为无知的正义感
和同情心，让毫无背景的谢俊伟拷贝视频。董玉珠更不会被网暴。要是谢俊伟胆敢在网络上发布任何指责、谩骂，董玉珠完全能够起诉他造谣诽谤。谢俊伟这局完败，我不打算再和他假意寒暄，直接问道：“她可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身后有他爸以及他家的公司，你拿什么让人家不好过呢？”谢俊伟突然讨好我，说：“上次请你吃饭那老头，是不是很有背景啊？小星，你看在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的份上，你帮帮我。”原来这主意又打到了我的身上，我没拆穿，主要想听听他会说出什么不可理喻的话。于是接着问他：“你找他干嘛？他又不认识你，怎么可能会帮你？你们非亲非故的。”他说的一脸坦荡地说：“这不是有你吗？好像我是他妈就应该对他无私奉献，不求回报似的。你看看你，这么年轻貌美，想要跟别的有钱男人还不容易，可你偏偏看上一个那方面都不太行的老头。那老头一定大有来头，他自认为分析的头头是道，你用美貌诱惑他。男人嘛，就算能力已经一般了，但心是躁动的，你把他伺候高兴了，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够帮忙的呢？”我冷笑道：“你可真是会为自己打算。”谢俊伟还颇有些自豪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”接着像个普信男一般，好像是在给我恩赐一般地说：“咱们先合力把董玉珠以及他那个小白脸搞垮，之后我不可能再去董氏集团上班了，也不会娶那个女人，我们就继续在一起。”我面无表情地说：“那个老头呢？我和他解除关系吗？”谢俊伟急忙阻止，说道：“你得和他继续保持这种关系，到时候我跟着你一起用老头的钱，吃香的喝辣的，也算是为他排忧解难了。他那么老了，要是哪天死了才发现钱没花完，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。”我怒骂道：“像你这种人渣，就不该占用拥挤的城市资源，呼吸免费的空气。董玉珠还是不够狠，没送你去牢里蹲。”谢俊伟捏我手腕的手突然用力，我疼得皱眉，刚准备用另一只手向大门口的保安发暗号时，汽笛声响得突兀。谢俊伟站在路中间，正好挡道。他刚想发火，在看清了车子和车牌后秒怂。没有男人会不喜欢车，就像没有男人会不喜欢女人一样。谢俊伟还是挺懂车，挺在行的。门童把车停在我们面前，拿着车钥匙恭敬地对我说道：“小王总，车给你开过来了，是否需要安排人送您呢？”谢俊伟当场傻眼了，说到这是你的车？”我冷笑道：“如假包换。”趁他松懈时，我从他手里挣脱，并悄悄和他拉开距离。他却高兴地说道：“我就说那老头来路不凡，没想到出手也这么阔气，下半辈子我俩直接躺平就好了。”谢俊伟语气中都是掩饰不了的兴奋。我呸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谁要和你这种人渣一起躺平？也许是因为我现在身价不菲。”谢俊伟没了刚才的暴躁，一脸陪笑讨好我，说道：“小星，你这就见外了是不是？你长得这么美，我这辈子就算去挖野菜，也要和你在一起。”就在他对我拉扯不清时，刚才和我搭讪的那几个男人走出来了。我假装一脸痛苦，想要挣脱却又挣脱不开的模样。那几个男人马上看明白了，大摇大摆走过来。几个人直接把谢俊伟推开，说道：“你个凤凰男，想干嘛呢？你知道自己刚才在对谁不礼貌吗？”谢俊伟嚣张的气焰顿时就被灭了。我想他肯定知道，面前这些男人都是不好惹的。都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但其实这句话只能针对富一代，富二代、三代可是不好惹的。不过谢俊伟还是弱弱地说：“我和我女朋友拉拉扯扯，管你什么事？哪条法律说不让情侣在街上拉上了？”不等那几个男人看我，我急忙撇清关系，说道：“你们觉得我会认识他吗？
几个男人不约而同地点点头，然后把谢俊伟逼到了一个角落，说道：“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？你就说人家是你女朋友，你得罪了她，可比得罪董玉珠要严重得多。就连我们几个自诩为富二代、三代的大男人，都得对她恭恭敬敬的。你小子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！”谢俊伟就算因为刻板印象，毕竟他亲眼看到我爸是个捡破烂的，也开始察觉到不正常。他说到：“你们口中的女人是王星吗？她不就是傍上个有钱老头吗？有什么厉害的？他爸就是个捡破烂的。我亲眼所见，我以为那几个有脾气、没脑子的富二代、三代会相信谢俊伟的话，没想到其中一个长相粗犷的男人，直接一脚踹到了谢俊伟的屁股上，骂道：“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！面前这个女人的爸爸是王博，他犯得着和一个老头在一起吗？”其余几个男人也围了上去，一人踹了谢俊伟一脚，骂道：“你小子就是欠揍！”说完还往他身上吐了口水。谢俊伟不敢怒，不敢言，面前这些人他惹不起，他被踹倒在地。几个男人邀功似的对我说：“王小姐，这男人对你不敬，就是和我们哥几个过不去。”我居高临下看着谢俊伟，说道：“我爸可不仅仅是个捡破烂的，他叫王博，是业界投资大佬。没想到吧？说起来，我还得感谢你的背叛。原本我还打算和你结婚的，是你让我避开陷阱，送我逃离苦海。以后你最好夹着尾巴做人，别出现在我面前。”接着我对身边的富二代、三代说：“你们下次要是看到这个渣男，麻烦给我个面子，帮我见一次打一次。”我最后看了一眼谢俊伟完全傻掉的脸，直接上跑车潇洒离开。后视镜中，我看到谢俊伟跪在地上，一脸不相信的自言自语：“我爽极了，晚上我给严帅银行卡转账900万，然后拉黑了他。男人真的很下头，不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，反倒是利用那张脸靠女人吃软饭。今天婚礼上的那出戏，现在想想我真是个冤大头，免费给严帅介绍了对口的富家小姐，不说还倒贴1000万给他，结果他还真的和董玉珠假戏真做，想当董家驸马爷。1周后的下午，我被谢俊伟堵在了停车场，看他熟门熟路的样子，他一定跟踪我很久了。今天是有备而来。他见到我后，开口说道：“王星，我们回到从前好不好？我现在看见他就恶心，怎么可能会答应？没有当着他的面呕吐就不错了。”我冷冷说道：“做梦呢，梦里实现比较快。”他立马变脸，破罐子破摔地说道：“我现在已经无路可走，你今天答应了最好。如果你不让我好过，我就算死也要拉个垫背的。”边说边抓住我。这时我才发现他拿了绳子，此时此刻正想把我捆起来。我用力挣扎，但他像疯了一般，眼睛猩红，力气大得吓人。我想叫人，但偌大的停车场空无一人，叫了也只是浪费精力。谢俊伟见我不再挣扎之后，好心告诉我说：“别做无谓的挣扎，不会有人来。”摄像头也被我找人处理过。其实我并不担心谢俊伟想撕票，按照他的性格，要不是因为走头路，他不会想要绑架我。要是稍微还有别的路，他都会选择去帮另一个富婆。毕竟我爸不是个真捡破烂的，要是我有任何三长两短，我爸绝对不会轻易饶了他。所以我大概猜到了他绑架我的目的。既然我不会受到伤害，那我为何不将计就计，好好利用这次机会，让谢俊伟把违法犯罪坐实？这样往小了说，短时间内我的眼睛不会被污染；往大了说，我这叫替天行道。他开着我的车，一路畅通无阻，最后停在了郊区的一个破仓库，然后从我包里把手机拿了过去，拉着我的手解了锁。
没一会儿，电话嘟嘟嘟的声音响起，我就知道谢俊伟绑架我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勒索一笔钱跑路。电话很快接通，谢俊伟还拿了个变音的设备，才开始说话。王博，你女儿王兴在我手上，不想被撕票，就准备5000万来换。他给你1天时间，我只要现金。我爸说你一通电话就想让我信你吗？让我女儿和我说话，这是保她潇洒后半生的唯一方法了。所以他用眼神警告我，让我安分点，直到我点头同意，他才粗暴地撕开粘在我嘴上的胶布。我没忍住，闷哼一声。我老爹听见后十分急切，想都不想的就答应了。谢俊伟说：“你别动我女儿5000万，你告诉我地点，我今天晚上7点就把钱给你送过去。”一听见钱要到账了，谢俊伟明显很兴奋地说：“今晚你只能一个人带着钱，来东城郊区的废弃仓库。你要是敢引来别人，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。”我爸答应。挂了电话后，谢俊伟明显松了口气，说：“你放心，只要你爸不和我玩把戏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我只是想要一笔钱而已。”我没说话，我只是奇怪我爸不是一个冲动的人。刚才我只是闷哼一声，并未说话，我爸怎么就确定是我呢？看似秒答应，实则向谢俊伟传递出了他莽撞、心急害怕的信号，也让谢俊伟放松警惕，确定我爸不敢报警。可我爸是谁？见过了多少大风大浪？这点小场面就把他唬住了。我可不信。我猜他在变被动为主动，引谢俊伟入局。这下我完全放松了。为了不让胶布再次封住嘴，我主动和谢俊伟说话。我并不是故意隐瞒身份，只是我爸身价地位摆在那，实在令人觊觎。所以为了避免男人借我上位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其实我已经买了市中心一套300平的大套房，想作为礼物送你，顺便袒露身份。谢俊伟一听到市中心300平的房子，眼睛都亮了。我接着说道：“可惜你和别的女人好上了。”虽然谢俊伟表情管理不错，但微垂的双眸还是暴露了他是后悔的。接着我继续诱导他，想让他亲口陈述他那些有违公序良俗的事。果然，他详细地描述了他和董玉珠之间的事，八卦的我听得津津有味，差点被渣男渣女颠覆了世界观。这回，这些烂事已经成为我拿捏他的把柄了，因为我钻石耳钉是自带录音功能。晚上7点，我爸提着几大箱子的钱来了，谢俊伟拿刀抵在我脖子上，命令我老爸说：“把箱子打开，把钞票翻给我看。”他是害怕我把箱子里装的是纸不是钱，要验验货。我爸照做。他接着说道：“把箱子搬到我车上去。”我爸还是照做。钱到手了，谢俊伟挟持我走到车边，最后一把把我推倒在地，他自己利落上车，一脚油门走了。我爸着急来扶我，等他撕下我嘴上的胶布后，我着急地问道：“这个男人伤害过你女儿，你就打算这么轻易放过他，还倒贴了5000万吗？”以老爹的老谋深算，我以为他不会轻易放过谢俊伟的。我爹笑了笑说道：“小看你爹呢，走，带你看戏去。”出了仓库，再走一段小路，就到了大马路边。几个穿着便装的男人擒住了谢俊伟。看到我们后，为首的男人豪爽地对我爸说：“钱都给你，放车上了，你点一点没问题的话，我们就回局里了。”我爸说到：“点什么点？难道我还怕人民警察拿我的钱吗？”男人笑了笑问我：“小姑娘没受伤吧？”我说道：“破了点皮。”接着我摘下钻石耳钉，
递给面前的警察，说这个耳钉是可以录音的，对你们工作应该会有帮助。谢俊伟反应过来，刚才被我忽悠了，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说了，这下他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供词，等于他自己把自己推下了深渊。于是他一边破口大骂，一边挣扎，不过被压着他的2个警察轻松制服，关到了车里，都带着镣铐了，还不老实。我看着我爸，说道：“老爹，是我误会你了，你爹要是没点本事，怎么给你挣下100亿家产？”我亲昵地挽上他的胳膊，我早就知道你想报复渣男，所以我安排人一直关注他的动向，正好把他一举歼灭。我就说公司车库就算没人，也不可没有摄像头。原来这一切都有老爹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让渣男自食恶果。高质量的单身远胜过鸡零狗碎的婚姻，这是铁血汉子的老爹对我说的。是啊，我又美又年轻，还有100亿家产要继承，干嘛恋爱？脑呢单身不好吗？好好搞事业不好吗？3年后我单身，事业有成，严帅坑了董玉珠，市中心2套房子卖了，携款跑路了，2人只是举办了婚礼，并没有登记结婚。对此董玉珠没法维权，房子是他当初自愿给的。而严帅这辈子虽然不差钱，但是明星路被堵死了，董玉珠损失了2套价值上亿的房子，也算是对他的惩罚。谢俊伟还在牢里蹲，只有我活成了每个人心中最渴望的模样。高考成绩出来，弟弟考了本科，我却查询不到分数，父母破口大骂，说赔钱货就是没出息，要跟我断绝关系。他们不知道，高考前50名分数会被屏蔽。我被清华录取以后，他们又求我让我照顾弟弟，我摇头拒绝，不好意思，晚了。我和弟弟是龙凤胎，我们村里一直有种说法，一阴一阳，家破人亡，龙凤胎是不吉利的。我刚出生时，爸妈就想把我送给别人养，价钱都谈好了，买主要把我抱走时，我弟却撕心裂肺地哭嚎起来，怎么哄都哄不住。我爸急得团团转，我妈原本抱着我走到了屋外，只能又回来，把我放在弟弟旁边，想哄弟弟。神奇的是，我妈一放下我，我弟就不哭了。我妈把我抱起来，我弟又开始哭，反复几次，爸妈明白过来，我弟是舍不得我。我妈很惊喜，这么小咋就这么懂事呢？我们家腾龙真有出息啊！我爸也在旁边点头。算了，一个丫头片子，多添双筷子的事，腾龙舍不得就留着给他作伴吧。隔壁村王国庆家也是龙凤胎，我看他们也没出啥事。就这样，在弟弟倔强的哭声中，我在这个家留了下来。我爸妈无数次把这件事挂在嘴边，让我记得弟弟对我的恩情。从小到大，我穿弟弟的旧衣服，用他不要的旧玩具。过生日时，永远只能站在旁边看他一个人吹蜡烛。7岁那年，我弟看《还珠格格》，学到一个新鲜名词——恩公。我们玩过家家，他就让我跪在地上，学着电视上的画面向他磕头，多谢恩公大恩大德。当时大姨一家也在，我那个时候已经有点懵懂的自尊心，觉得这样做很难堪，我摇头拒绝。表哥表姐却在旁边起哄拍手，帮着我弟摁我的膝盖。我拼命挣扎，求助地看向我妈。我妈坐在沙发上嗑瓜子，拍着手笑。我们家腾龙可真厉害。许萍萍，快给你弟磕一个，要不是他呀，你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讨饭呢。表哥狠狠一脚踢在我膝弯处，我被迫跪下来，但我弟没能如愿听到我的谢恩。因为我大哭起来，我张嘴号啕，眼泪汹涌而下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哭，在所有人嘲讽的目光下，我心脏仿佛被人揪着，
扔在地上狠狠踩了1万脚。这对他们不过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，我却跪在地上哭到作呕。大家都开始不自然。表姐松开我的衣服，撇撇嘴：“不玩了，真没劲，走吧，我们去门口玩沙子。”小孩子们一窝蜂的又跑到门口去，而我妈一直盘着腿坐在沙发上，淡定的嗑瓜子，从头到尾没有看我一眼。后来我一看见电视上播下跪的镜头，就心跳加快，头皮发麻，立刻换台。那种屈辱的感觉烙印在灵魂深处，怎么都抹不掉。我妈却把这当成一个笑话，经常拿出来讲给邻居们听。我家腾龙可了不得，小小年纪就知道指挥姐姐给他磕头谢恩呢。邻居大婶配合的吹捧，是个厉害的，这要是在古代，就是当官老爷的命。我不明白，这有什么值得夸的呢？从小到大，不管我弟做了什么，甚至他什么都没做，就有人夸他。我们身形都遗传我妈，从小就肉乎乎的，亲戚们一见我弟，都高兴地掐他的肉胳膊。哎呀，这大胖小子，看这肉乎的，可真棒！你家平平怎么那么胖啊？你可得注意点，女孩子不能胖啊，一胖就容易发育早，以后长不高。我自卑地低着头缩在角落里，努力吸着小腹，不让肚子鼓出来。我弟站在人群中，仰起头，挥着胖胳膊，得意洋洋地接受众人的夸赞。我想不通，同样是长肉，我会影响发育，他不会吗？为什么他就很棒啊？我满脸羡慕地看着他，我也想站在聚光灯下，我也想被很多人夸奖。可是不管我做什么，大人的视线中永远只有我弟。直到上学之后，我才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的方式。小学1年级的期末考，我拿了年级第1。我背着书包，兴冲冲地把成绩单递给我妈看。不错。我妈随意扫了一眼，去看我弟弟的成绩单。腾龙考得怎么样？我弟涨红了脸，把成绩单紧紧攥在手里，大哭起来。我才考了70分。我妈急了，忙把他搂在怀里，心疼地安慰他：“不怪你，不怪你，肯定是题目太难了，70分也已经很棒了。”真的吗？我弟弟泪眼朦胧，委屈地看我一眼。可是许萍萍考了100分。对，我数学语文都是100分。我激动地把汗湿的手心在衣角擦了擦，小心翼翼。所以小学时女孩读书好一点不要紧的，等上了初中，立马被男生甩得没边了。我呆呆地看着满地的碎片，眼中希冀的亮光一点一点暗淡下去。原来不管我怎么做，爸妈都不会夸奖我，只因为我是女孩子吗？为了安慰弟弟，爸妈带他去饭店吃饭，我一个人站在原地，房门关上，客厅里陷入一团死寂的黑暗。我握着拳头，心中燃起熊熊的愤怒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女孩子就注定什么都比不过男生吗？我不甘心，又憋着劲，考了好几年第1，爸妈依旧不当回事，亲戚们却会在聚会时偶尔夸我几句：“你家萍萍读书还不错呀。”我妈很不屑：“嗨，女生嘛，小学时候肯用功都不错。”她一回来就埋头写作业，死用功的，不像腾龙，到处撒疯跑。腾龙脑子比他聪明100倍呢，到时候大一点懂事，自己就撵上来了。也是，小学就开始死用功，那潜力都榨干了，初高中可咋办哟？他们大声地讨论我有多用功，说我每天一回家就盯着书本。我弟弟有多调皮，用功2个字，在他们口中仿佛成了一种贬义词，是弱者的标签。我抱着书本从他们旁边走过，脸上的表情已经从失望到麻木。用功很可耻吗？老师明明说过，勤奋是很了不起的品质啊！我弟朝我做鬼脸，略，许萍萍是个大笨蛋。我妈轻笑一声，拍拍他的头，继续跟亲戚们聊天。这孩子打小就聪明，当时我要把萍萍送人，腾龙哭的那叫一个厉害呀！
那会他才多大，就那么懂事呢？可了不得！我妈滔滔不绝，又开始重复地说出生那年我弟弟的光荣事迹。我弟在客厅里跑来跑去，举着几十分的试卷，耀武耀威，仿佛自己中了状元。而我年纪第一的成绩单就静静地躺在书包里，成了我智商不高的罪证。我感到很不解，不管女生有多优秀，她们总能找到办法打击；而不管男生有多普通，他们也总能精准地找到方向夸赞。这世界真是荒诞的可笑啊！从那以后，我没有再往家里报过成绩，我也不想再获得他们的认可。许腾龙是家里的太子爷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我也有我的舞台，可以发光发热。我拼命地做题，孜孜不倦地学习，学校就像我的战场。我披荆斩棘，用一道又一道习题，把无数个许腾龙踩在脚下。老师提起我时都竖大拇指，甚至在课上公然点名许腾龙，还龙凤胎呢，怎么成绩差这么多？向你姐好好学习呀！许腾龙握紧双拳，愤怒的浑身颤抖。从小到大，他在家里说一不二，我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他又怎么会接受这样的屈辱？回家路上，他揪着我的头发，把我拖到无人的小巷里，狠狠打我巴掌。我们已经读初二，许腾龙身高有1.7米，体重150斤，而我因为小时候亲戚的一句怕我发育早熟，我妈很少让我吃肉。14岁的年纪，我瘦弱的像根豆芽菜。许萍萍，你很得意是不是？你就想显摆自己比我强是不是？你这个白眼狼，你忘了小时候是我救了你的命？许腾龙把我推到墙上，一拳又一拳，瞄着我小腹打。你他妈再敢考第1名试试，我弄死你！我弓着腰，脸色惨白，痛得说不出话来。我知道他没开玩笑，我爸妈对他千依百顺。许腾龙的性格越来越蛮横霸道，根本就讲不通道理。我开始藏拙，考试时空着大段大段的题目不写，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，全家都松了口气。我妈跟邻居聊天，我就说嘛，女生一到初中就不行了，没后劲，可不是吗？听说这次就考了300多名呀，还是腾龙厉害。我们初中部是直升高中的，我一直藏着这个秘密，家里人都没有发现。时间久了，连许腾龙都忘了当初他威胁我的事。他跟同学打游戏回来，看见我房里亮着灯，很轻蔑地笑：许萍萍，你那点智商，反正就这样了，还是歇歇吧。考不上大学就去读职专嘛，女人反正都是要嫁人的。我妈却第一次表示了反对，职专能嫁什么好人哦？我彩礼都收不回来，大学还是要读的啦，嫁个条件好点的大学同学，妈妈收几10万彩礼，给你娶媳妇用。许萍萍，最差也要给我考上本科，听见没有？我不置可否的笑笑，知道了，保证有本科，而且是最好的本科，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高中3年，我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卷子，背了多少习题。我见过每天凌晨5点钟的太阳，也在无数个傍晚枯坐到深夜。高考那天，我照例起得很早。我坐在窗前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升上地平线，而后一跃而起，悬于高空。两旁的巍峨大山再也挡不住它的光亮，它熠熠生辉，光芒万丈，刺痛我的眼睛。我心潮澎湃，眼泪大颗大颗滚落。我妈忽然推门进来，看见我在哭，生气地狠狠瞪我一眼：哭啥？平常不好好学，今天哭有什么用？晦气东西，你要是考不上本科，我拧了你脑袋！过来厨房给我搭把手，动作轻点，别把腾龙吵醒了。我看了眼墙上的钟表，才凌晨5点。我乖顺地去厨房，帮我妈把早餐做好，然后看着她小心翼翼地叫我弟弟起床。我弟很不高兴，我还能多睡5分钟，那么早叫我干啥呀？
我妈讨好的笑，看你还差那5分钟吗？乖儿子，好好考试，不要有太大的心理压力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担心我还不如担心许萍萍那个笨蛋。我弟咬了一大口肉包子，得意地看我一眼。他今年每次考试都比我差。我也看他一眼，耸耸肩，傻逼，就你那飘忽不定的成绩，你以为这很容易吗？高考的3天一晃而过，考完之后，我爸妈立马给许腾龙买了最新的苹果手机和笔记本电脑。许腾龙打着游戏，还不忘挖苦我：“许萍萍，你长得还不赖，不用担心，就算去读个大专，我估摸着也能收不少彩礼。”他敲着2郎腿，肥硕的身躯陷在沙发里。我妈已经热情地跟亲戚们开始打电话，说订好了酒席，邀请他们查分那天一起来我家。我大姨开玩笑道：“你这庆功宴也办得太早了点，就不怕腾龙考不上？”我妈哈哈大笑：“咋可能？腾龙说了，他估分过的，本科稳了。那你家萍萍呢？”我妈笑容一收：“她要是考不上，就去打工，专科没啥读头，直接去打工多挣几年钱也行。那你可得把她看好了，女生外向，你家萍萍长得又招人，到时候跟人跑了，你家啥也落不着。”2个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，我妈看着我的眼神满是仇恨，仿佛我已经跟人私奔了。挂完电话，我妈订了县里最大的饭店，就在我们小区隔壁。查分那天，所有亲戚都来了，7大姑8大姨，满满登登挤了一屋子。笔记本电脑搁在客厅餐桌上，一群人盯着看。我弟点着鼠标，心里也有点紧张。他朝众人看了一圈，视线落在我身上，先查许萍萍的成绩好了，这叫抛砖引玉，有他垫着，等会我考得不够好可不能骂我了。我弟说完，所有人都笑起来。我妈拍着他的肩膀，一脸宠溺：“你这孩子，就你主意多，行行行，就先查他的。”我弟点开网址，输入我的准考证号，屏幕跳转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考生姓名：许萍萍，语文：星号星号星号，数学：星号星号星号，外语：星号星号星号。每一门科目后面并没有大家期待中的分数，而是同样的星号号。许腾龙一脸懵逼，奇怪，这咋没有成绩呀？许萍萍，你干啥了？怎么没显示成绩？我挤到许腾龙旁边，低头看向电脑，屏幕最底端有一行极不起眼的小字：“你的位次已经进入全省前50名，具体情况请于27日查询。”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我心头狂跳，身体因为激动不可抑制的微微颤抖。“老师，我做到了，县3中成立以来没有出过清华北大的学生，我做到了，真的做到了。”我妈揪起我的头发，狠狠一巴掌甩在我脸上，我倒在地上，额头磕破皮，鲜血直流，眼前的世界变成灿烂的鲜红色。我睁眼看着天花板，无声大笑。同学们，查分的时候有一种特殊情况，现在为了防止炒作状元，全省前50名的成绩会被屏蔽。底下哄笑起来。老师，你说这个干嘛了？我们3中连985都没有出过一个，难道还能出个清华北大呀？班主任方老师憨憨地笑起来，目光穿过同学们，隔着教室和我相撞。他轻轻点点头，是我痴心妄想了。停顿1秒，又自言自语：“是痴心妄想吗？”我妈狠狠一脚踢在我肚子上：“许萍萍，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连个成绩都没有，你是不是忘记交答题卡了？你到底有没有去考试？”不是，额角的鲜血流到眼中，我弓着腰闭上眼睛，不是痴心妄想。1000多个日日夜夜，血秃的笔尖磨出厚厚茧子的手指，我沉默燃烧着的斗志和愤怒，枯燥寂寞的青春，我通通没有辜负。初2那天，许腾龙揍完我，怒气冲冲地离开，
我躺在地上盯着头顶的一线天空，眼神空洞，像纸被踩烂的破麻袋。直到眼前伸出一只手，班主任周慧娟把我拉起来，拍干净我身上的衣服，什么都没说。她带我来到一处破败的院墙，让我看墙角的竹子。院墙都是一根根空心的铁栏杆，地面上有一根细微微的竹节，穿过整条钢管，直破云霄，在头顶绽放出大棚之夜。它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黑暗，我们女性也是。周老师拍拍我的头，许萍萍，穿过这条钢管，没有人能再遮挡你的天空。周老师走后，我一个人站在那根竹子面前，看了好久好久。原来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我破旧的衣服，消瘦的身躯，狼狈的自尊，却没有人说破。许腾龙在我隔壁班，班级值日时会跑来我们班找我，让我去替他干活。和我要好的同学指责他：“你这么大个子，怎么好意思叫萍萍干活呀？”许腾龙冷哼一声：“我怎么能扫地呀？我妈说这种活都是女人干的，我家的事轮不到你们管。许萍萍，过来。”在食堂吃饭，我爸妈给许腾龙的餐费是20块钱一餐，我5块，就连这5块我都保不住。许腾龙会说自己不够吃，把我的钱都拿走，我只能打1块钱的米饭，喝免费的紫菜汤。我妈从不参加我们班的家长会，但是许腾龙的一场不落，周老师会趁机跑去找他，委婉地劝让他对我好点。我妈当场撒泼：“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虐待他了？我是饿着他了还是咋的了？这一个学期1000多的学费你掏的？呸！你什么东西啊？”周老师被骂得面红耳赤，我妈得意洋洋：“我们家的事你少管。”周老师的丈夫方洪胜是高中部的数学老师，他知道这个情况以后，主动把我要到他的班级。每次全校模拟考试，他让我把一部分答案写在草稿纸上，他会把我的草稿纸批改一遍，然后从其他任何老师那里拿到标准答案，再算我的总成绩。我每次都拿稳年级第一，他会调皮地朝我眨眨眼睛：“许萍萍，考得不错。”我笑起来，伸手捂住额头：“那是相当不错，老师，我已经穿过那根漆黑的钢管了，你这废物还有脸笑？”我妈一边踢我，一边嚎啕大哭：“我这是什么命啊？生出这么个垃圾，高考1分都没有，传出去要让人笑掉大牙。”我爸气得脸色铁青，把手里的水杯重重砸向我：“赔钱货就是赔钱货，供你念了这么多年书，1分都考不出来。”玻璃杯砸在地上，碎片飞溅，我伸手挡住脸。其实他们只要稍微仔细点，就能看清屏幕最下方那行小字，可是谁都没有这么做。许腾龙顺手关掉了页面，所有人都站在旁边看我笑话。他们心中早已认定我不行，迫不及待要给我定个罪名。分数都没有，那连专科都上不了呀，这可怎么办哦？大姨摇头叹气，一副过来人的口吻：“我早就说了，女人读书没有用的。看我家丽丽初中以后就不读了，现在在美容院上班，1个月工资也有4000多块。你们白给萍萍多念这么几年，浪费多少钱啊？”我妈抹着眼泪：“那不是隔壁大武家的闺女，嫁了个老有钱的大学同学吗？给大武2口盖房子，还把他弟弟搞去省城，给他买了房子，全村哪个不羡慕？大武说，越好的大学里头有钱人越多，我家萍萍不比他闺女长得好看。没想到光长脸不长脑袋，废物！早知道生出来就该把你送走。我养条狗也比养你好。”我妈说的生气，又过来打我的脸。亲戚们七手八脚的劝：“哎呀，已经这样了，消消气吧，你把他打死也没用啊。”大姨在旁边朝我使眼色：“萍萍，你快过来，给你爸妈跪下道歉，以后去打工，工资都上交给妈妈，养你到这么大，做人要知道感恩，听见没有？”
我爸脸色铁青，他知道感恩就不会考不出成绩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这个白眼狼，故意考不出分数！你从我家滚出去，以后别想从老子这里要1分钱！我垂着头坐在地上，鲜红的血液顺着纤细苍白的脖颈蜿蜒。我妈眼神从我身上扫了一圈，忽然激动起来：“你是不是早恋了？那个男人是谁？你们到哪一步了？你早恋散了心思，连考试都忘记涂答题卡，是不是这样？”我妈冲过来薅住我的头发，歇斯底里，五官因为愤怒扭曲着：“你个赔钱货！你是不是让人占便宜了？当初那件毛衣不是周老师买的，是那个男人送的。你这个不要脸的下贱东西，吃了我们家这么多年白食，你就是这样回报我的！我打死你！”头皮被剧烈撕扯，我被拖行了几步，努力撑着手，摇摇晃晃站起身来。初3那年的冬天，周老师送了我一件毛衣。冬天的体育课，在操场跑步1圈热身后，老师会要求我们脱掉外套，女同学们穿着各种各样颜色鲜艳的毛衣卫衣，而我脱下厚重的棉服，露出的是一件紫红色的夹棉上衣，打满了补丁。我妈在菜市场买的，55块一件，我一件，我奶奶一件。她说这种老年人的衣服最实惠，用料足，价格也便宜，穿在里面无所谓。可她自己从来不会在那买衣服。同学们静默1秒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笑声，哈哈哈哈！许萍萍，你是不是穿了你奶奶的衣服啊？笑声铺天盖地，我垂着头盯着脚尖，努力告诉自己不用在意，可脊背紧绷，所有人的眼神都好像一根根利剑，万箭穿心。我握紧拳头，在同学们的哄笑中上了一节又一节体育课。后来其他班级的人也听说了，会绕到操场西北角来看许奶奶，这其中包括成绩年级第2的萧北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震惊嫌弃的眼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个人的目光比其他人加在一起更让我难受。我跑回教室，把头埋进课桌里大哭。周老师站在门口看我，什么都没说。放学时，他往我手里塞了一个袋子，前几天买了件毛衣，太小了穿不上，正好给你穿。彩虹条纹的针织毛衣，色彩艳丽，就像其他女孩闪耀的青春。理智告诉我应该拒绝的，可我太想要了，我没法说出一个不字。我欢欣雀跃地带着那件毛衣回家，幻想着下次体育课穿上它，同学们惊艳欣赏的眼神。到家以后，我妈看见我手里的购物袋，立刻走过来翻看，哪来的毛衣？还是品牌的，周老师送给我的。他说我上次考试考得好，奖励给我。我讨好地拉住我妈的手：“妈妈，我明天能穿这个吗？”我妈摇头拒绝，一脸嫌弃：“花里胡哨的，不许穿。这牌子还不便宜，标签也在，我拿去退了，正好给你弟弟买件卫衣。”那是我唯一一次反抗我妈。我伸手去抢袋子，我妈惊怒交加，顺手拿旁边的烟灰缸狠狠砸在我肩上：“好啊，你这么爱美，你想早恋是不是？许萍萍，你是不是在早恋？”很快我爸回来了，见到那件毛衣，怒不可遏，两人一起揍了我一顿，逼问我有没有在早恋，还要带我回学校找周老师对质。我屈服了，没有早恋，毛衣我不要了。我不要了，少年人薄弱的自尊心、羞耻心，我都不要了。我的全世界只剩下学习，书本不会跳出来嘲笑我，每一页的标准答案都是对我的赞扬。我身在漆黑的钢管中，唯一的光亮就是高考，那束光从头顶穿下，照耀我单薄的灵魂。行了，等会再打，我分还没查呢。我弟不耐烦的喊声响起，仿若圣旨。我妈立刻松开手，我爸也忙挤出一点笑脸，凑到电脑旁边：“对，先不管那个赔钱货，乖儿子，给爸看看你考了几分。”
许腾龙正要输准考正好，门外忽然大声喧哗起来：“就是这里，许家姐弟就住这。许国伟，快开门，你家出状元了！”有人用力拍门，屋外熙熙攘攘，满是哄笑声和议论声。我大姨走过去打开房门，一堆人涌了进来，带头的是几个看热闹的邻居，身后还跟着我们学校的教务处主任和几个老师。上初中后，我爸做生意赚了点钱，为了方便我们姐弟上学，就搬进县城买了房子，在这小区住了6年，街坊邻居都很熟悉。隔壁王阿姨激动的大嗓门一阵高过一阵：“许国伟，你家祖坟冒青烟了！清华大学要不是3中的老师就在这里，打死谁我都不信，我们这小县城还能出个清华大学的。1中去年最好的也才考了复旦，3中居然能出个清华，以后我闺女也不去1中了，就来3中，还是你们3中会教孩子。”王阿姨的恭维让3中几个老师都笑了起来，邻居们七嘴八舌。我爸妈听了好一会才明白，我妈嘴唇哆嗦，慢慢伸手捂住自己的胸口。第1名是状元。我爸眼冒泪花，双手紧握在一起。清华大学是北京那个清华大学吗？教务处主任笑着摇头，现在还没定呢。你们平平留的家里电话打不通，清华北大招生办都给学校打过电话了，具体选哪个学校要孩子自己定。我爸头昏脑胀，踉跄一步抱住我弟弟：“清华大学，儿子，儿子，你太棒了，儿子，爸爸为你感到骄傲。”我妈大哭又大笑，跟着扑过去抱住我弟，一家3口紧紧相拥在一起。“腾龙，我的乖宝啊，你从小就聪明，你生出来妈就知道你不一样，太有出息了，儿子。”3人哭叫了好一会，老师和邻居们尴尬地对视一圈。王阿姨叫起来：“哎呦，搞什么啦？中状元的是平平，不是腾龙，是你家闺女许平平。平平，你呀，你怎么流血了？快让阿姨看看。”王阿姨拉过我，掀开我额前的碎发看了一眼，忙拿纸巾压在我伤口上：“小娟，快去家里拿碘伏过来，给你平平姐伤口处理一下。”教务处赵主任挤过来看：“许平平同学，这是怎么了？要不要送医院？”我爸妈目瞪口呆：“这不可能，他连成绩都没有，1分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是他？老师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”赵主任眼睛一瞪：“他进了全省前50名，分数会被屏蔽，这还能搞错吗？”许腾龙大叫起来：“不可能，他每次考试都比我差，怎么可能考状元？我才是状元，我才是！”许腾龙推开爸妈，扑到电脑前面，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查询。很快，屏幕跳转，显示了他的成绩：考生姓名许腾龙，总成绩468分。许腾龙脸色惨白：“468分？我为什么才468分？”赵主任点点头：“小伙子考得不错呀，本科应该有了。”许腾龙不甘心，又把我的准考证号输一遍，我的成绩依旧显示星号号。赵主任指着最下面一行字：“看见没？为此进入全省前50。”说完，美滋滋地拿手机对着屏幕拍照片。这页面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你们都来看看，哈哈哈，沾沾喜气。在学校老师的交口夸赞之下，我父母终于反应过来，考了第1的是我，那个没后劲、不够聪明的赔钱货许平平，不是他们寄予厚望、必然会飞黄腾达的许腾龙。我大姨惊叫一声：“平平考了清华呀！腾龙也有本科，二妹，你真会教育孩子。”可不是，平平真有出息啊，2个孩子都棒。老师们都还在亲戚邻居的起哄声中，我父母尴尬地笑着，附和着夸奖我。我妈伸手摸我额头：“看你这孩子考得那么好，咋不说清楚呢？”我偏过头，
我妈的手落了空，她眼神一变，把不满的情绪强压下去。许腾龙崩溃了，这不可能，他每次考试都比我差的，他作弊，他肯定作弊了。老师，你们去查分，他绝对作弊了。郑主任脸一板，嗤笑一声，作弊？这种分数，我标准答案给你抄，你都抄不到。以前所有的模拟考试卷都封存在档案室里，方老师都告诉我了，他成绩为什么没你高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几个老师看向许腾龙的眼神充满了厌恶。人这一辈子长得狠，以后出学校进了社会，比你优秀的人多的是，其他人还能让着你？许腾龙，骗别人可以，可别连自己都给骗了，你这样以后走不远的。亲戚邻居们惊愕地看向许腾龙，他脸色惨白，捏紧拳头站在原地，牙齿咬得咯咯作响。郑主任也不愿意把事情说得太直白，顺势扯开话题，说学校和教育局都要给我发奖学金。几个老师离开以后，在邻居们的簇拥下，我爸妈浑浑噩噩带着众人去了酒店。物业收到消息，激动地订了横幅，把小区门口和大路都挂了个遍。一整天，有无数的亲戚朋友来我家拜访，主动送上红包。我爸妈的电话铃声就没停过。我妈从一开始的茫然无措，到后面得意洋洋地拍着桌子：“哎呀，那孩子从小用功，可不是吗？他能静下心，红包就算了。哎呀，那么客气干什么呀？放心吧，让他给你儿子指点指点。”挂完电话，我妈揉了揉笑得僵硬的脸颊，向后靠在椅子上，长长的舒了口气：“萍萍，你们老师说学校要发你2万奖金，教育局另外给10万，说县政府、市里都有奖励。我的天哪，你这一口气挣的抵你妈好几年工资，妈明天去给你买手机、买电脑，你想要啥样的？跟弟弟一样的好不好？”我妈满脸讨好的看着我，我爸中午的酒还没完全清醒，晃着脑袋：“买，萍萍想要什么就买什么。”夫妻2人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慈爱和温柔。这辈子唯一的一天，他们的眼光终于从我弟弟身上移开。为了这一天，我努力了18年，无数书本在我脚下铺成阶梯，我一步一步攀登，终于踏上顶峰，站在聚光灯下。然后我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一团温暖的光芒。那是我弟弟什么也不用做，一出生就能轻而易举获得的东西。爸爸妈妈的爱，许萍萍，他们终于爱你了。看着那双在梦里渴望了无数遍的眼神，我心中没有欣喜，只感到悲凉。许腾龙黑着脸坐在沙发上看，得意什么？他就是个白眼狼，坏种，憋着劲使坏。他成绩那么好，平常故意考得差，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想看我们笑话。许腾龙越说越气，从沙发上跳下来，朝我走过来，举起巴掌：“他妈的，许萍萍，你这个贱种，害我在老师面前丢脸！”我站在原地没动，爸妈已经尖叫起来。我爸冲过来拉住许腾龙的胳膊：“住手！”我笑起来，从桌上拿起一个玻璃杯，狠狠砸向许腾龙的脑袋。许腾龙头破血流，愣在原地，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：“你打我？你敢打我？我杀了你！我明天要接受县电视台的采访，你朝我脸上打试试！”我把脸凑过去，许腾龙狰狞着要扑上来，我爸死死地抱住他，父子2个扭成一团。许腾龙摔倒在地，我走过去，在他面前蹲下来：“许腾龙，你可以抢走我的玩具、我的衣服、我的宠物、我的钱，我所有的一切。”我伸手点了点自己的太阳穴：“这里的东西你抢不走。”我眼神冰冷，头一次在他面前挺直脊背，带着居高临下的气势。许腾龙快气疯了：“呸！你算什么东西？爸妈，你们看看他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？”我妈站在旁边当和事佬：“
算了算了，姐弟两个吵吵闹闹，算了算了，他比你大，你小孩子别跟姐姐吵，别跟姐姐吵。真新鲜的说辞啊！我爸在教训许腾龙。我回到房里，我妈端了一盆包好的桂圆进来，这从来是我弟才能享受的待遇。平平，你别记恨弟弟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以后爸妈老了，他就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姐弟要互相照应。等往后你出嫁了呀，有个弟弟，婆家人才不敢欺负你。你好好读大学，以后找个好对象，像大武家闺女一样，争取给你弟在北京买个房子，我这辈子就够了。我妈畅想未来，两眼放光，又开始絮絮叨叨地说起小时候的事情。你弟对你有大恩情，他脾气犟，你也让着他点。我板起脸，我累了，要睡觉了。好，那你睡，你睡。我妈关上房门离开，我站起来，把那盆桂圆倒进垃圾桶。不知道我爸说了什么，许腾龙很快就接受现实，不再朝我发脾气。这个漫长的暑假，我找了几份家教的工作，得益于状元的名头，家长们给钱大方又爽快。我攒了一小笔私房钱，我爸妈牢牢握着那些奖学金，说要留着当我大学学费。我没跟他们争，争也争不过，我已经忍了太多年，不差这些东西了。去北京那天，爸妈到火车站送我，许腾龙垂着头站在旁边，脚上穿着他渴望已久的限量版球鞋，是用我的奖学金买的。我妈捅捅他的胳膊，他抬起头，神色不自然地撇撇嘴，一路平安。再见。列车疾驰，我趴在窗上，贪婪地朝远处看，地平线上朝阳升起，霞光万丈，所有晦涩的过往都丢在昨天。无边无际的蓝天下，是盛大而远阔的自由。我的大学生活过得极为充实，暑假我留在学校附近兼职做家教，从来不回家。我爸妈一改以前的态度，会按时给我打生活费，也会在电话中对我嘘寒问暖。我总是借口学业忙碌，直接挂断电话。熬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，鲜亮的衣服首饰对我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我保持着朴素的消费观，攒下一笔可观的钱。唯一不同的是，我蓄起了长发。以前爸妈为了防止我早恋，会把我的头发剪得很短。我活到18岁，远离家乡，才终于对自己的头发有了话语权。我很珍惜我的长发，不吝惜用很好的洗发水和护发素，把它保养得闪亮柔顺，就像我能掌控的下半生。大学毕业后，我跟几个同学一起创业，正好踩中短视频风口，公司业务迅速壮大。我开着奔驰车回到老家，所有人都跑出来看。我大姨绕着车标打转，张大嘴巴啧感叹，还得是要读书啊，清华毕业这么挣钱呢，早知道当初应该让我们丽丽也坚持读高中。我妈抱着胳膊得意地笑，你家丽丽那成绩读了也没用，本科都考不上，不像我们平平，这孩子打小就聪明。大姨陪着笑脸，是啊，那怎么能跟平平比？平平从小就读书好，脑子也活。吃饭时，我妈拼命给我夹菜，朝我弟弟使眼色。我弟欲言又止，姐，我谈对象了，打算明年办婚礼。头一次，许腾龙不再连名带姓地喊我，而是喊我姐姐。我爸搓搓手，把手机里女孩的照片给我看，省城的，条件蛮好的，女方家要求彩礼28万，市区一套房子。平平，你给爸爸转个200万。我放下筷子，我瞅你像200万。爸妈吃惊地看着我，我这么多年的漠然，让他们以为我还像以前一样乖顺。我妈开始说好话，见我始终不答应，又哭着掀翻桌子，大骂我白眼狼，没良心。许腾龙双目沉沉盯着我看，你要怎么才答应给钱？是不是要我跪在你面前才满意？我摇头，第一，你娶妻买房是你自己的责任，父母要管是他们的事，
和我没关系。第二，如果真的要我出这笔钱，满足我一个条件，我可以给你们。我妈居然抬头，双眼通红。啥条件？萍萍，你提啥条件，妈都答应你。我轻声笑了，妈妈，我要那件毛衣。我妈瞳孔放大，颓然倒在地上，撕扯自己的头发。你还是怪我，这么多年，你还是在怨我。和平的外衣撕得粉碎，内里是严重溃烂的伤口，早就发烂发臭，绝无愈合的可能。爸妈撒泼打滚，闹成一团。我任由他们发疯，收拾行李离开了家。回北京那天，表姐陈阳丽约我见了一面，她是来当说客的。他们夫妻在县城里开了家炸鸡店，一年能赚小几十万，日子过得也算有滋有味。表姐抱着孩子，滔滔不绝地诉说这几年的艰辛不容易。萍萍，我当年早就不读书了，打工挣钱给我弟交学费。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在家待半年了。你说好笑不好笑？我爸妈费尽心思培养他，落得这个下场。现在我妈提起我，满口夸赞。我其实想想，也多亏了他们，他们太宠我弟，把他惯坏了。他什么担当都没有。你看我很早就进社会摸滚打爬，日子反而过得不错。表姐把手放在我手背上，萍萍，别怪他们了。要是他们不重男轻女，你能憋着劲那么用功，考那么好的成绩？都是一家人，过去的就算了。表姐的眼神中满是自豪和满足，她说服了自己，因为父母的不重视而努力奋斗，获得还算不错的人生。反过头来又感谢父母，在逻辑上达到自洽，也同自己的过往和解。可我和解不了。王朔有一句话：世界上最阴险、最歹毒、最无耻的赞美，就是用穷人的苦难去愚弄底层人。苦难就是苦难，苦难不会使人成长，不会带来成功，它只会使人痛苦，造成心理创伤。而那些从苦难中走过来的幸运儿，不过是幸存者偏差。我考上清华，不是因为父母的重男轻女，是凭我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那一点侥幸，强过普通人的智力。大部分资历平平的女生，像我表姐一样，她们被剥夺了教育的权利，封锁了向上的通道，只能去打工挣钱，最后还要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，给家里的宝贝儿子娶媳妇。他们要感激这一切吗？表姐，其实你初中成绩比你弟弟好多了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当初不辍学会怎么样？表姐愣在原地，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，很久都没有再说话。表姐也失败了。我妈冲上来破口大骂，我关上车门，踩下油门，扬长而去。他们一家三口站在小区门口，愤怒不解的身影逐渐成了一个小黑点，从后视镜里消失，前方是一片艳阳天。贾千金脱离豪门后焕然新生，我是宋家的贾千金。订婚当天，未婚夫带着真千金来到现场，当场要求退婚。夜晚才是宋家的真千金，宋瑜是假的。我要退婚。夜晚也趾高气昂地说：“那个家不属于你，你滚吧。”我很干脆地同意退婚，祝福他们锁死后，开心地离开了现场。没有人知道，其实今天这一切全是我的刻意安排。我和徐毅的婚事是双方长辈做主安排的，我跟他甚至谈不上熟，完全不熟的关系，他自然也不喜欢我。同意订婚，全考虑的是家庭因素。徐家和宋家都称得上豪门家庭，但徐家近几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一年不如一年。宋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，风光只是表面的，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情况。我知道那么多，全因订婚前，我在朋友帮助下调查了徐家很久。两个只剩空壳支撑的豪门家庭，都打着借结亲让家族企业回暖的心思进行豪门联姻，完全没考虑双方儿女的想法。这婚从一开始
我就没想过要订。徐毅带着叶婉来到订婚现场退婚，其实是我精心设计的一场局。我穿着礼服站在现场，等待徐毅出现的时候，一直在悠闲自在地喝茶。我甚至拿出手机看了好几次时间，迫切希望他早点来。他再不来，徐妈妈为了家里情况好转，都快抛开儿子，直接认我做儿媳了。徐毅没让我意外，订婚典礼开始前5分钟，真带着叶婉出现了。今天的叶婉精心打扮过，一身剪裁得体的高奢礼服，大波浪长发，妆容冷艳，颇有豪门千金回归的气场。徐毅一来到后场，就当着双方家长的面揭穿我：妈，宋叔叔，宋瑜是假的，宋家小姐，叶婉才是真的。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叶婉，这是你们都知道的事。希望爸妈和宋叔叔、程阿姨成全我们。我对他的话鄙视得很，既然那么喜欢，又答应家里人的安排，订什么婚？准备订婚宴不需要钱的吗？还是在家里本来就不如以前的情况下，又渣又没脑子？叶婉急着掀开礼服的后肩给宋夫人看，夫人，您肩部同样的位置是不是也有一块这样的红色胎记？我才是您的亲生女儿呀。她肩上的胎记比较特别，是一个小小的月牙，不是常见的胎记。程姨身上确实有一块一模一样的，位置、大小、颜色全都一样，同样位置、同样形状的胎记，完全没关系的可能性小之又小。程姨甚至都还没反应过来徐家的退婚，马上带着叶婉去做了亲子鉴定。鉴定结果几天后出来的，血亲无疑。叶婉在鉴定结果出来的当天就被接回了宋家，像很多小说里写的那样，叶婉一进门就看到我，发脾气让家里人做起了选择。妈，宋瑜占了我的身份20多年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们母女也不会分隔那么久。现在我都已经回来了，我要宋瑜今晚就滚，这个家要宋瑜没我，要我没宋瑜。叶婉在叶家生活了23年，叶家家境贫寒，她却养出了大小姐脾气。我努力装作柔弱可怜又无助的样子，目光看向旁边的程姨。妈，这个时候的我简直比绿茶还绿茶。虽说迫切想要离开这个家，但戏总归还是要演下去的。我其实是在故意激怒叶婉，让她以为我想博程姨的同情，继续留在这个家。叶婉更火大了，态度非常坚决。爸妈，我要他今晚就搬出去，马上离开这里，我1分钟都不想看到他。我生怕程姨拿我和叶婉的长相衡量起我俩的商业价值，立马说搬，我今晚就搬，我不会让爸爸妈妈为难的。而且徐毅和小婉两情相悦，我不能拆散他们。程姨本来想阻止的，一听我这话，又把未出口的话打住了。其实女儿对她而言都一样的，只要能给家里带来价值，换谁都一样。她对我压根就没什么感情，包括宋天也差不多，2个人都一样的。宋家重男轻女，夫妻俩都不喜欢我。还有个重要原因是，从怀着女儿开始，宋家就一直在走下坡路。宋天夫妇一致都认为这个孩子跟家里八字不合，直至我稍稍长开后，夫妻俩觉得我长相漂亮，在我身上发现了生女儿的价值，那就是豪门联姻，靠嫁女儿挽救商业危机。父爱、母爱是什么？我从未感受过。虽说宋家没落，可好歹表面上看着也算豪门，我倒没饿过肚子，可大概见了我就觉得烦。从小到大，哥哥有的东西我永远没有，甚至是上下学，哥哥都有人接送，而我却只能自己坐车。宋天夫妇告诉我，小朋友要学会独立自主，于是才4岁的我就得学会讨好邻居，蹭邻居阿姨的车。在他送孩子上学的时候，跟着他一起去幼儿园。因为生意经常不顺，宋天回家后就爱发脾气。每次我成了他发泄的出口，我甚至在想，
如果我长得不够漂亮，没了以后为家里商业联姻的价值，宋天夫妇是不是早就让我滚出这个家了？我简单的收拾了几件衣服，拖着行李箱下楼的时候，叶晚在大厅看着我，有没有带走什么贵重东西？这个家本身就不属于你，家里的一切也都不属于你，让我看看。他把我拦在门口，打开我的行李箱，把里面的衣服全倒在地上，一件件检查起来。他压根就不知道宋家小姐在宋家的生活是怎样的。像宋天夫妇这种恨不得把我塞回娘胎，就当没有这个女儿的父母，怎么可能会给我买贵重的东西？甚至是我的衣服，每件都普通的不能再普通，还没有徐毅送给叶晚的那些好。叶晚什么都没找到，拍了拍手，满意的站了起来，回你的叶家去吧。他冲我笑了起来，表情高高在上，又带着嘲讽。叶家的情况，我自然也调查过，家境非常非常一般，夫妻俩卖早餐的，起早摸黑，每天大清早就推着个小推车装着早点到人流多的街头忙生计去了。每天挣的钱只有那么一点点，全用在了养叶晚这个女儿身上。我把地上被叶晚弄得凌乱的衣服一件件捡起来，整理好后放回箱子里，拖着行李箱走出宋家大门。和叶晚擦身而过的时候，我停下脚步，跟他说：“你没调查过吗？其实我也不是叶家的女儿。”你说什么？叶晚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我欣赏着他的神色变化，又扔了颗炸弹给他。其实妈肩上有月牙胎记，也是我故意透露给徐毅的。这不，订婚礼上他就带着你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叶晚震惊看着我，不敢相信自己听见的，故意让我和徐毅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宋瑜，你有这么好心？我又没闲着，当然不可能那么好心，可我总不能告诉他实情，吓得他不敢回归吧。宋家的女儿在宋家唯一存在的价值，就是换取商业利益，派不上用场的时候，宋天夫妇甚至记不起家里还有这个人。家人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家庭的温暖，我也从未体验过。我永远记得有次下着滂沱大雨，我发了高烧，缩在墙角，感觉自己快死去，但养父母因为雨下太大，出行不方便，医院都懒得带我去，甚至尖酸讽刺：体质那么差，怎么不烧死你算了？后来我昏昏沉沉，快失去意识，邻居阿姨透过自家房间阳台看到我，吓了一跳。阿姨出于同情心，送我去了医院。宋天夫妇只简单一句没看到，就推卸了自己为人父母的责任。想着过去，我的心里涌上一味苦涩。我不需要告诉你那么多。把脑中的思绪挥开，没有和叶晚解释。我拖着行李箱走出了宋家，上了出租车。我的心里前所未有的轻松，甚至想撒花庆祝一番。车上的时候，我给闺蜜打了个电话：软软，我离开宋家了。在租到合适的房子前，我可能得暂时在你那儿住几天。阮夏听了我的话，愣了半会儿，道：小鱼，你不打算去找那家人吗？我摇了摇头道：不了，暂时不急。你怎么想的呀？你和阿姨明明那么像。阮夏对我的话很意外，基因鉴定都还没做呢。我提醒她，阮夏大概觉得我有自己的打算，没再多说什么。我挂了电话，从手机里翻出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是一个中年女子，相貌温婉，面容恬静，长得和我有9分相似。阮夏和他哥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说过，我长得很像他们认识的一个人。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，暗中调查起了自己的身世。我不是叶晚养母的女儿，这是我做过鉴定的。我曾经去过叶晚养母的早点摊，买早点的时候，隔壁摆摊的大妈因为摊位和她发生了争执，扯落了她的一撮头发。我借扶她的功夫，把掉落在她身上的头发捡起来，用这几根头发和我的做过血缘鉴定。
宋家我也用同样的方式鉴定过，我既非宋家人，也非叶家的。这个时候又正好有个和我那么相似的人出现，我其实心里很清楚，这个世界上完全没血缘关系的人不可能达到相似度如此高，就算不做鉴定，结果也差不了多少。但我并不想立马上门认亲，因为我不想遇见第二个宋家那样的家庭。如果要认亲，我会提前把那家人了解一番。夜晚回归宋家后，为了彰显自己千金小姐身份，第二天便带着徐毅去了高档奢侈品街买。进一家珠宝店前，他发了条朋友圈，图片是他站在奢侈品店前故意摆拍的，还配了段凡尔赛的话：好无聊啊，每天都是买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宋家和徐家现在的经济状况，这样的他，我只觉得嘲讽。宋家小姐若是能过上天天逛奢侈品店的生活，还需要靠联姻来挽救商业危机。这个时候的我突然很期待夜晚被打脸的那天。今天碰巧阮夏也在夜晚去的那家店逛。夜晚进去后半个小时，阮夏给我发了条视频过来，视频拍摄的是夜晚在店内狂扫货的情形，买了一块腕表、一个戒指、一条项链、一个手镯，结账的时候要付280万，结果收银员看了看夜晚，又看徐毅，两个人谁也没拿出钱来，最后自然什么东西也没买。走出店的时候，夜晚觉得颜面扫地，冲徐毅发起了脾气：我们两家都订婚了，200多万怎么了？喜欢我这点钱都拿不出来。徐家虽然没落了，但这点钱还不至于拿不出来，但是能拿出来也不是用在这方面。徐毅明显也很恼火，毕竟我和他联姻的时候，可是从来没要过他任何东西，换了夜晚结个婚开销差距太大。婉婉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摁掉手中的烟头，徐毅烦躁地踢了下旁边的石头。以前是穷人家孩子，夜晚塑造的形象一直是我见犹怜白月光，现在是富家千金，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，性格还能一样吗？我们现在叫订婚，结婚对女人而言那么重要，你没给宋宇买过吗？她一个假千金能有，我为什么不行？夜晚和他争论，徐毅还真没给我买过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就连当初订婚，徐家为了撑场面，还是拿的徐老夫人的老古董珠宝给我。不过不和徐毅订婚后，这些东西我退回去了，他从没开口要过任何东西。徐毅冲着他低声吼，夜晚往后退了2步，有些被他吓到。徐毅以往是从不舍得对他发脾气的，猛了半晌，他开始无理取闹：你凶我干什么？后悔和他取消婚礼了吗？我看着视频里的两人，对夜晚的话嫌弃极了。可别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你俩天生一对，就该锁死。出于想少花点钱娶个老婆的后悔，我也承受不起。我想看徐毅的反应，哪知阮夏拍的视频到了这儿就没了。后面他发给我的是他爆笑的语音，看得出来，看了今天这出戏，他心情很好。我看完戏，转去了工作室。我的工作室是和阮夏合开的美术工作室，阮夏是富家小姐，家里本来就有钱。我投入的部分钱，则是大学时候参加一次比赛得的奖金。刚到店没半个小时，夜晚和徐毅走了进来。夜晚本来只是想进来随意看看，瞥见屋内墙上我和阮夏合拍的照片，立马变了脸色。这家工作室是你的？他冷着脸问。我注意力在手中画框上，头也没抬回了他一句。夜晚本来今天在奢侈品店出了糗，心里就火大，看到我的工作室，火气瞬间就达到了顶点。他踩着细高跟在工作室转了一圈，每经过一个画框就故意推倒在地，工作室的画作被他砸了一地。他边砸边茶里茶气地说：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
我抬起脸庞，目光瞬间就冷了下来。我一把将他的手腕捉住，我的力道很大，他白皙的皮肤几乎是立马就出现了红痕。宋瑜，你干什么？叶婉扭曲着眉看着我，想要把手腕从我手中挣脱出来，力气却不够。我一把将他推倒在地，摔得他的身体重重跌在冰冷水泥地面，手心手肘立马涌出了血。我学着他刚摔我话的口气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什么身份？敢摔我？不过是宋家的养女而已，一个冒牌货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。”叶婉气得从地上爬起来，抬起手就要打我，手还没挥下来，身后一道咔嚓的声音却忽然响起。叶婉回过头的时候，发现门口站了个西装笔挺的年轻男子，男子手上拿着手机，镜头刚好对准他的手。叶婉愣了愣，一时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。年轻男子收好手机走进来，递了一张名片给他：“锦城律师事务所，夏行之。”他扭过头看了下狼狈的地面，配合上他刚拍下的视频证据，他的目光转向我，道：“寻衅滋事，如果想告的话，需要帮忙找我。”叶婉在听到夏行之名字的时候，脸色已经白得跟死灰似的，再一听他口中的罪名，更是整个人都软了。夏行之，律师界鼎鼎有名的金牌律师，从业至今没打过一场败仗。他若是想给自己安罪，那肯定是没得跑了。夏行之没看他，而是在等我的决定。是他先打我的。叶婉试着狡辩证据。夏行之面无表情问他：“叶婉语塞，视频分明是他拍的，他现在帮着宋瑜，前面的一段哪有视频证据？而且就算前面也被拍到了，先推倒化作惹事的是自己，真打起官司来，他也赢不了。”叶婉理亏，又把宋家养我这事摆了出来。宋瑜，我宋家养了你23年，你敢告我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他怎么不回去问问宋家怎么养女儿的？不过他这次闯的祸不算严重，就算真提告，惩罚也不会多重。比起让他被教育几天，我更喜欢挫挫他的气焰。道歉。我指着地上的画对他要求。叶婉生性高傲，哪说得出这种话？你也配？他下巴抬得高高的，对我的话特别不屑。我扭过头问夏行之：“故意毁坏他人物品，还打人，怎么判？”夏行之一本正经和我念起了刑法。根据刑法第275条，故意毁坏公私财物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罚金；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具体得看画作的价值有多高。不多，20多万肯定有。我故意夸大画的价值。宋家堂堂豪门，叶婉对这点数目特别不屑。就这，我赔给你就是。他拿出手机，立马给宋天打了个电话：“爸爸，是这样的，我不小心摔了宋瑜的画，宋瑜缠着我要赔偿，得20万，您能现在转给我吗？”他这通电话很有心机，把自己说得很无辜，我反倒成了难缠的那个，估计是想败坏我在宋天那儿的形象。可他哪里知道，宋天眼里从来就没有过女儿，哪会管我是什么形象？本来宋家现在生意上需要的资金缺口就大，宋天压根没听他前面的话，注意力都在20万去了。混账东西，20万是张口就能来的。你当钱是大风刮来的。宋天沉着脸怒骂。叶婉被他骂得有点懵。不对呀，宋家一个豪门，给女儿20万怎么了？这不就豪门家庭孩子平时的零花钱吗？叶婉慢慢意识到了不对劲。爸，咱们家是不是最近遇上了点困？他想细问，瞥见还在旁边站着的徐毅，又把话忍住了。不行，他还得靠着宋家小姐身份嫁入徐家，不能让徐毅看出问题。叶婉把话止住，找了个借口挂掉电话，又把目光转向徐毅。
阿义，你帮我付吧。叶婉亲昵地挽着徐毅的手臂，跟他撒起了娇。怎么说都是自己喜欢的人，徐毅200多万不可能帮他付，20万还是拿得出手的。虽然觉得今天的叶婉一直蛮不讲理，但徐毅还是乖乖把钱转给了我。20万到手，我没不依不饶，弯腰整理起了地上的画。阿义，你最好了。叶婉亲了亲徐毅的脸，挽着他走了。徐毅走出店门前，侧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有些复杂。我的视线和他撞上，忽然很好奇，这个时候的他有没有后悔过当初带叶婉出现在订婚现场。叶婉和徐毅走后，阮夏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跳出来，拍了拍夏行之的肩：“哥，干得漂亮！别提我刚才在外面看的有多爽。叶婉那样的人就该这么治。”阮夏和夏行之是兄妹亲的，一个跟妈姓，一个跟爸姓。夏行之平时往我们工作室走的也挺勤的，这次调查我身世的事，他也帮了不少忙。刚才又一次帮了我。行之，谢谢你，晚上我请你吃饭吧。我说行。夏大律师平时时间应该不多，但却应得爽快。我们3个人在那之后一起离开了工作室。我今天请客很有心，在预算上下血本，餐厅都随兄妹俩挑。夏行之确实随意挑了，选的一家极其高档的云顶自助餐厅。但是进去前，他在我和阮夏在门外洗手间洗手的功夫，自己把3个人的单提前买了。阮夏大大咧咧地拉着我走进去，挑了个靠窗的位置，要挨着我坐下，屁股还没碰到沙发，却忽然惊呼了声：“哎呦，哥，你干嘛踢我？”不小心，夏行之面不改色回了他一句。阮夏对他无语，理了理袖口就要继续坐下，却再次被踹了一脚。“哥，你又怎么了？”阮夏猛猛看向对面的夏行之，腿长无处安放。夏行之俨然什么事也没发生过，抬手摆放起了餐具。阮夏傻了半会儿，看了看夏行之，又看看我，脑子忽然就灵光了。“哥，我想坐靠窗的位置，你跟我换。”他站起身，把夏行之拉出来，坐在了我对面。夏行之站起身，在我身边落座的时候，唇角漾起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阮夏平时挺活泼的一个人，这顿饭却吃得食不知味，绷着神经，像是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哪儿又惹到了夏行之。吃完饭回到公寓后，他往床上一扑，闷闷冒出一句：“我感觉我今晚有1000瓦那么亮。”我无语，其实我哥挺不错的，你看你现在近水楼台，要不要考虑把他这朵高岭花摘下？他从床上爬起来，笑嘻嘻搂住了我的肩。夏行之的好，我其实是知道的，但刚离开宋家，比起谈恋爱，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我和叶婉其实在订婚礼之前就认识，知道我和徐毅要订婚这事后，叶婉找过我，她告诉我说，徐毅不会喜欢你的，你嫁给他就跟守活寡一样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还不如主动放手。我回他，正好我也不喜欢他，但家里做的决定，我做不了主。可叶婉却不信，他眼底的徐毅那么优秀，那么出类拔萃，家境还那么优渥，有几个女孩子会不喜欢？他认定我那话是托词，见我没有放手的意思，对我瞬间生出了恨意。他找我的第2天，我在下班回家的一条小路上被几个小混混给堵住，试图拖我上车，毁了我。那一晚是夏行之突然出现，以1敌5把我救了下来。我被几人拽住的时候，眼角余光瞥见了走廊尽头看着这边一切的叶婉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更下定了要让叶婉回归宋家的决心。我已经替她承受了那么多年的辛酸，作为宋家人，宋家的其他责任该由她自己承担，包括宋家现在欠下的那么多亿债务。叶婉大概永远也想不到，宋家的豪门千金生活是被父母当商品拿出去卖，以及身后背负了那么多欠债吧。
我甚至有些期待宋家和徐家互相知道对方真实情况后，他和徐毅又会是怎样的结果。叶婉隐约觉察到宋家的经济情况后，心里估计有些慌，怕他和徐毅的婚事发生变故。原本定在1个月后的婚礼被他提前，几天后直接和徐毅结了婚。他本身是个高调的性子，回归宋家后恨不得所有人都知道他宋家千金大小姐的身份，现在又是徐家少夫人，担着2重身份，说出去多有排面。为了衬托自己的身份，他的开销也越来越大，跟徐毅要钱的时候越来越多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徐毅忍不住爆发，在大街上冲着他吼：“你能不能学学宋瑜，懂事一点？宋瑜，宋瑜，什么都是宋瑜。你觉得他那么好，怎么不把他娶回来？”叶婉大概是怀孕了，一手叉着腰，一手护着肚子，脸红脖子粗的回怼他。徐家和宋家本来就是有身份的家庭，两人这么当街大吵，很快被人拍成视频传了开来。叶婉颜面扫地，宋天知道这事后怒不可遏，竟给我整出这么丢脸的事，以后走出去别说是我宋家人。他从来不打电话关心叶婉，就像我在宋家那时候一样，这次是唯一的一次，觉得叶婉的事太丢宋家脸，打过来骂人的。宋家和徐家已经结为亲家，有了这层关系后，有什么需求也更好开口。宋家欠下的债务太多，已经撑不了太久，先向徐家开的口，让叶婉跟徐毅要1亿来填补公司漏洞。正好这个时候，徐家也准备拉宋家投资自己公司。叶婉和徐毅同时把各自家里的需求说出来后，2个人都陷入了沉默。叶婉和徐毅都不傻，很快就发现了问题。徐家父母知道宋家的情况后，对叶婉也不如从前，天天对她摆起了脸色。徐妈妈甚至直接要求2人离婚，让徐毅再娶。我知道这是因为这座城市就这么大，圈子小，很多事传着传着就传到了耳朵里。叶婉大概最近在徐家受的气太多，心里添堵。某天突然来了我这儿，这个时候的他脑子特别冷静，也不像以往那么冲动了。我记得你的户口还没迁出宋家吧？他盯着我看了半晌，清清冷冷道：“我确实还没迁出宋家，主要还没认回真正的亲人，我现在也没地方迁。”叶婉又说：“宋瑜户口还没迁出去，你现在就还是宋家人，宋家的债务你也有帮忙还的义务。”其实从我知道宋徐2家的经济情况后，我就料到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。哪条法律法规规定了养女有这样的义务？叶小姐是不是法律学得不太好，需要我帮你科普下不？我把手中的话搁下，抬脸看向她。法律确实没有规定养女有帮养父母偿还债务的义务。叶婉无话可说，只能和我争辩。宋家有事，从情理上讲，你不该帮忙吗？我爸辛苦养了你23年。我觉得他的话讽刺极了。宋天夫妇如果养我真辛苦了，不需要叶婉开口，宋家有难我也会尽全力帮忙。我小时候上学的蹭邻居家车，生病发烧烧死在房间都没人管，吃着宋家的米，天天都在担心着长大会被卖给谁。宋天每次看我的眼神，仿佛在数钱，他哪儿辛苦了？叶小姐是不是忘了，我已经被你赶出宋家了？我不想继续理会他，转过身话起了话。叶婉气得咬牙切齿，可又拿我没办法。宋家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了，叶婉其实也可以直接不管家里的事，但她太贪恋豪门小姐的身份了。宋家如果一到，她就会变得什么也不是。她恐慌回到以前那样的生活。后来她又来找过我几次，想让我卖掉工作室资助宋家，提的要求无理的直接被阮夏赶了出去。我和宋天夫妇本来也没什么感情，叶婉又曾经对我做过那些事，宋家的遭遇
我一点儿也不同情。我在这几天按着阮夏给我的地址去了一次那个家，我之前不了解，也一直没敢去的地方。抵达别墅后，我装作躲雨的样子，在屋檐下站了会儿。一个气质优雅的中年妇女走了出来。没带伞吗？这雨下得可真大。她的声音温柔极了。看见肩头淋了雨的我，把自己手中的伞撑在了我头顶，别淋到雨感冒了。我抬起脸庞，目光看向他的时候，他盯着我的脸愣在了当场。他或许也不敢相信，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两个如此相似的人。孩子，你多大了？他柔声问我，伞始终落在我头顶上，也不管自己淋到雨没。23岁，10月初7生的。我说，他手中的伞掉落在了地上。他怔怔地看了我半晌，张开双臂将我搂住，道：太巧了，太巧了。他一直在碎碎念，我被他按压在怀里。檐外雨很大，春寒料峭，可他的怀抱却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。之前一直不敢来，是怕这个家和宋家一样冰冷，可只是一个拥抱，我知道他和宋天不可能是一个类型的人。后来他拉着我去做了血缘鉴定，还派人调查了当初我被抱错的真相。得到的结果是，当时生产医院的护士自己失去孩子后，精神受到了刺激，混乱了好几个同一天出生的孩子。我在几天后正式回归了那个暗中了解了那么久的家——南城沈家，真正的名门望族。回归的当天，为了介绍我的身份，妈妈开了个宴会，把南城所有有名望的人都请来了。宋家虽然没落，但好歹之前也算豪门，也收到了邀请。夜晚看到穿着高定礼服、公主一般被人群簇拥的我，嫉妒的眼里快能喷出火。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他努力追求的身份和地位，我却唾手可得吧。我没理他，端着酒杯走向了角落里，静静看着我的夏行之。我的认亲之路，夏行之帮助我太多。行之，谢谢你。我敬了他一杯。夏行之笑了笑，抬手揉了揉我的脑袋。这一切本来就属于你。他的一个动作又让叶婉红了眼，大概在他眼底，我就不配拥有沈家千金这样的顶级豪门千金身份，以及夏行之这样的男人对我好吧。宴会举行到一半，他走向我，再一次问我，宋家的事你到底帮不帮？你现在的身份帮宋家轻而易举。以前从来没有对我投过一记关爱眼神的宋天，今晚目光就没离开过我。他看到夜晚单独和我聊，也凑过来和我演起了父女情深。小鱼呀，爸爸其实一直很疼你的，只是不善于表达，辛苦把你养大也不容易，你说是吧？你就帮帮爸爸吧。我只觉得他的话恶心到了极点。他所谓的疼爱是发烧快死了就不管的那种吗？不过我在宋家长大，这是事实。为了防止他俩以后把这事挂在嘴边，我赚了20万给他，算作这些年我在宋家吃的那些米钱。20万对于宋家来说哪里够？相当于一点点忙都帮不上。宋瑜，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夜晚愤怒地冲我吼，逮着人就乞讨，你和叫花子有什么区别？我回怼他。夜晚被我气得颤抖，扬起手想打人，可这是沈家的地盘，他还没胆大到这种地步。我是小鱼的专属律师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夏行之看到这边的情况，走了过来。他确实算我的专属律师，不要钱的那种。他一个名嘴，夜晚哪说得过他？一看到他，夜晚所有骂人的话全堵在喉咙，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他瞪了我一眼，愤恨地拽着宋天离去。宋家到处借不到钱，投资也拉不到人，公司撑没多久就破产了。徐家情况也差不多，前后一起破的产。夜晚还没享受过豪门千金生活，又回归到了以往的生活。可他对豪门的执念太深，哪里甘心过这样的日子？和徐毅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了起来。
她嫁过去没给徐家带来任何利益，每天就知道买买买。徐家早就受够了她，徐老夫人做主，直接命令她和徐毅离了婚。叶婉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的，高傲的自尊哪容得下被徐家退人？离婚当天，她和徐毅大吵了一架，两人推搡中，叶婉摔倒在地，孩子流产了。我再一次看到叶婉是在医院，她刚小产完出院的时候，叶婉脸色苍白地从病房走出来，看着我和身边的夏行之，眼里的妒火快要燃烧起来。她太不甘心我俩的不同经历了，趁着夏行之去挂号的时候，见楼梯间只有我和他两人，她猛地推了我一下。其实在看见他的时候，我心里就有防备，和他刻意保持了点距离。可他愤怒之下的力气大得超出我的预料，我还是被他推倒。我的身体向下摔下去的时候，夏行之奔跑着向我冲过来，在我滚了几圈后将我抱住。我没受多大的伤，只是额头擦破皮。行之，这怎么定罪？我问夏行之。杀人未遂。夏行之说，还有早前安排混回我的事，你帮我查到证据了吗？我又问，我出手有失败的时候。夏行之说完，帮我检查了下伤口。叶婉吓得瘫软坐在了地上。我报了警，叶婉被带走了。仅仅这2项罪，估计都够他蹲很久。夏行之带我去做了详细检查，确定没伤到哪儿后，送我回了家。抵达别墅的时候，妈妈在门口等我。她望着我的时候总是笑盈盈的，眼底的温柔都快溢出来。回到沈家后，我第一次体会了家里有家人等待自己是什么感觉。夏家和沈家是世交，关系一直很好。如果我没被调包，和夏行之该是青梅竹马。我瞧着你俩挺配的，要不找个时间把婚定了吧？妈妈看见夏行之，调侃说。夏行之侧过头看了我一眼，在等我的意思。我和他认识已经有5年，大一认识阮夏那会儿就认识他了。因为阮夏的关系，平时和他接触挺多的。我其实一直看得出来夏行之喜欢我。他每次来阮夏那儿，都带着特别嫌弃阮夏在碍眼的表情。每一次我需要帮助时，他准能准时出现。我甚至怀疑，我每次下班，他是不是担心我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都默默开车跟在我身后送我回家。否则那次夜晚找人回我，他怎么会那么碰巧出现？我俩脱离了妈妈的视线，回到房间后，没等他开口，我张开双臂环住了他的脖子。行之，我们结婚吧。夏行之看着我，勾起唇角笑了。